风拂荷塘，自留一抹清香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河上清风。听到婆娑愿意留下，庞青青脸上终于绽开了笑容，看得顾天林两兄弟都愣了。显然他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庞青青这般笑过了。哪怕是为了庞青青的笑容，顾天林也会留下二人的。姑娘若是不嫌弃，不妨搬来夫人的院落。婆娑赶紧拒绝，夫人一个倒是没有什么问题，可丞相爷您是个男的呀，多有不便。我不如搬过去和谭渊一个院子。顾天林咳了咳，谭渊大师院落中住的皆是在下的一些食客。没等顾天林说完，婆娑便接道：“无碍，我也十分喜欢吃呢，正好交流交流。”众人笑出声，就连庞青青的眉眼都弯了弯。顾天林对于脑子缺一根弦的人不想多说什么。谭渊笑了笑，好心解释：“食客是一些书生，谋士，并不是为了吃的。你且搬来夫人这里，我那边男人众多，与你多有不便。”婆娑向来是听话的，那好吧，我便搬来这里。顾天林捏了捏庞青青的手，婆娑余光瞧见顾天许的眼神冒火一般，心中暗叹情关难过。他也忧愁起来，如何才能够帮助谭渊看破情关呢？这几日我先搬去书房，你和婆娑姑娘好好的聊聊。庞青青满脸感动，却也没有拒绝，只怕他心中巴不得顾天林离开呢，他也少受些折磨，但面上还要装得为难婉约。相公，为难你了，若不是人太多，婆娑一点都不怀疑顾天林会将庞青青抱在怀中，好好的疼爱一番。在顾天林与庞青青的神海中，他早已看不惯顾天林的模样了，看不惯他还干不掉他，真的好气哦。顾天林宠溺地笑了笑，只要是为了夫人，委屈一下为夫又有什么干系呢？从头到脚，庞青青就没有予给顾天许一点点的目光，可顾天许的眼神却一直在庞青青的身上呢。这种自己找虐的人，婆娑当真是不太理解呀。兄长，近日将军府正在整修，我便在兄长府中也叨扰一些时日。婆娑和庞青青也算是一拍即合，一个喜欢做吃的，一个喜欢吃。这几日，庞青青变着花样的给婆娑做好吃的，弄得婆娑好生感动。说到底，他们前世也不过是一面之缘，可庞青青待他却不仅仅是一面之缘的好。婆娑其实性子软，耳根子更软，口味也不挑，整日里庞青青给什么他便吃什么。谭渊连着几日都在担心他会不会吃坏肚子，可人家就像没事人一样，整日吃吃喝喝还好好的，这可将庞青青高兴坏了。难得遇到一个白老鼠，他怎么试试新研究的菜式？被庞青青特殊照顾，婆娑自然是欢喜的。可每每对上顾天林幽怨的眼神，他便有些心颤。是你自己的老婆缠着他，管他什么事？别瞪他呀！与顾天林的幽怨不同，顾天许倒是十分高兴，总是喜欢拉着谭渊来找婆娑。可他真正想看的是谁？明眼人都知道，被顾天许这么光明正大的撬墙角，顾天林恨不得将自己拴在庞青青腰带上。可惜庞青青躲他最是厉害，他自己也无可奈何。庞青青的手艺确实很好，就连不为口腹之欲的谭渊都很是喜欢，连连夸赞婆娑是个遇水便化龙的人。庞青青虽然不拘一格，但因自小遵循礼教，对男女之防看得很是重要。只要谭渊和顾天许出现，他便坐得远远的，有时找几句借口便离开了，徒留顾天许望着他的背影流了一地的泪。这日庞青青借口身体不适回房，顾天许也匆匆离开。婆娑放下手中的筷子，一脸奸诈的笑：“谭渊，我们快点跟上去。”像谭渊这么没有节操的人，自然是婆娑说什么他便做什么。可他到底还是顾虑了一下，万一顾夫人休息了，这多有不便。婆娑拉着谭渊悄悄地跟上去，边走边说道：“你不用担心，我们两个那可是去救人，又不是干其他的事情，你这么多顾虑做什么？”庞青青回了屋子，感到有些乏了，吩咐了丫鬟关上房门休息，可却被一只手挡住了。
那只手的主人有着俊俏的脸蛋，原本该是一派正气，此时却是一脸奸邪。庞青青收回自己在门板上的左右，眼神飘忽：“二叔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快些回去，若是让人瞧见了不好。”以顾天许的身高，只能看到庞青青头顶的玉钗。他轻轻地取下钗，可将庞青青吓得退后一步。他趁机拦住她的腰，靠近了她的脸。庞青青挣扎道：“二叔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快些放开我！”可庞青青又怎是顾天许的对手？饶是他如何挣扎也没有用，被顾天许牢牢地固定在怀中。青青，我知道你是喜欢我的，为什么要拒绝我呢？庞青青威胁道：“你放开我，若是不放我便喊人了。”顾天许轻笑，将庞青青搂得离自己更近了，两人之间再无缝隙。若是你想叫的话，刚才便叫了，你只是顾忌我的名声。青青，你待我这般情深，我又怎会负你？说着便吻上了庞青青的额头。庞青青心事被人拆穿，气上心头，狠狠地挣开了顾天许的怀抱，一巴掌打在了顾天许脸上。你无耻！我是你嫂子。顾天许舔着嘴唇，摸着自己脸上留下的指印，眼中阴晴不定。那又如何？你喜欢我，我心悦你，只要我们不让大哥知道便好了。庞青青不可置信地瞧着顾天许，她不明白为何顾天许会变成这个模样。你胡说些什么？赶快离开，不然的话我真会喊叫的。顾天许却没有受威胁，而是一步步地逼近庞青青，直到庞青青退无可退，磕碰在桌角，但腰侧的疼痛远不敌他此刻的恐惧。你别过来了，你别过来！顾天许对庞青青的话置若罔闻，上前将人拥在怀中，一把便扯去了桌布，将人放在课桌上，茶壶茶碗瞬间摔碎，声音巨大。可平日应该离开赶来的下人竟然没有了踪迹。庞青青是真的害怕了，她并不是未经过人事的，只是心中的美好一旦被破坏，便是什么都挽救不了的。谭渊想要冲出去救人，却被婆娑扯住。他不解地回头，婆娑摇了摇头，时机未到。顾天许的力气很大，庞青青被他一只手按着双臂，也挣扎不得。二叔，你别这样，你放开我！顾天许似是嫌庞青青麻烦，也似乎是为了还刚才一掌之仇，狠狠地扇在了庞青青脸上。庞青青是个弱智女流，又如何受得了顾天许的力道？转眼便晕了过去。顾天许邪魅一笑，手渐渐地伸到了庞青青的腰间，将她的腰带扯开。好在她里面穿着中衣，并未露出什么不该瞧的。谭渊回过头，默念阿弥陀佛，小声问道：“还不救人吗？”婆娑皱眉：“再等等，再等等。”脚步声渐浓，救人的来了。顾天许被一个黑影引来，万万没有想到，竟然到了庞青青的院落。他担心庞青青安危，只能跟着进来了。谁知道竟然在门口看到另一个自己意图不轨。顾天许心中惊涛骇浪，看到桌上的庞青青，心中怒气更甚，更是什么都顾忌不得。顾天许出手很快，就算是武功高强的剑客不死，也伤残了。可万万没有想到，另一个顾天许轻而易举地避开了。只不过一眨眼的功夫，另一个顾天许便消失不见了。顾天许记挂着庞青青，并未去追，守株待兔的婆娑领着谭渊便追了上去。什么男女大防能比得上心上人的安危呢？顾天许上前查看，幸好人只是晕了过去，并未有什么大碍。顾天许心疼地瞧着庞青青脸上的伤痕，右手轻轻地抚上了她的脸。眼前的这个女人本该是他的妻子，却因为他一次又一次的愚蠢失去了她。等到他明白一切之时，却已然失去了她。他将人拦腰抱起，放在床榻，想要替她盖上被子，却发现庞青青露出了精致的锁骨，想来是刚才抱的时候不小心将中衣蹭开了。他想要帮忙的手却顿在半空中，怎么也落不下去。他也并非是毛头小子，心上人就在眼前，若是强说没有感觉，定然是不可能的。
只是他二人的身份如今已是千差万别。可若是他的手终于不受控制地伸向了庞青青的衣角，轻轻地挑开了她的中衣，露出了白色的里衣。他的手忍不住向上，庞青青悠悠转醒，一睁眼便瞧见顾天许的手，吓得他赶忙向后缩了缩，情急之下一巴掌又扇了过去。万般变化只是一瞬之间，顾天许更是一脸发懵，赶忙解释：“青青，你听我解释。”畜生，你在做什么？顾天林却不知是什么时候赶到的，见此情景，怒火中生，上前去便是另一巴掌。可怜的顾天许挨了夫妻两个一人一巴掌，俊脸已然变得通红。顾天林扯过被子盖住庞青青的身体，冲着跟进的下人喊道：“都出去！”庞青青靠在顾天林怀中大哭出声，委屈不已。只是他不知道自己委屈的是被顾天许侵犯，还是委屈顾天许打他的那一巴掌。顾天许心如刀绞，心爱的女人扑在别人怀中痛哭流涕，他好恨。可是他却忘了，刚才惹庞青青哭泣的人便是他了。顾天林斥骂道：“你简直是禽兽不如！”顾天许想要解释，可一想到刚才自己心中邪念，竟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可若不解释，他这辈子都别想得到庞青青的谅解了。兄长，青青，刚才不是我。顾天林显然是不相信的，眼见为实，难道刚才我所见的都是错的吗？这时庞青青却抬起了头，刚才确实不是二叔，是二叔救了我。顾天许心中的震惊已然无法用言语表达了。刚才进房时，那人明明与自己长得一半无二，可现在庞青青竟然这般帮他开脱，他心中瞬间如同吃了甜蜜一般。庞青青低下头，避过两人的眼神。刚才那歹徒将我打晕，二叔只是想要安置我，正巧被相公瞧见了。顾天林皱眉，自然是不相信这套说辞的。可既然庞青青这般说，他也不会当面驳了他的面子，脸上的震怒已然变成了微笑。如此这般说，是错怪二弟了。二弟不要见怪。顾天许心中甜蜜，被庞青青刚才维护，他便是死了都甘愿，又怎会计较其他的？只要青青没事，我又有什么好怪罪的？顾天林脸上的笑意渐收，既然娘子无碍，二弟你还是先离开吧，毕竟男女有别，青青是你的嫂子。顾天林似是宣告着自己的所有物，将庞青青揽在怀中。若是此刻庞青青说一句挽留，顾天许定然会不顾一切地为他留下。可直到顾天许跨出房门，庞青青也没有说过任何一句话。但对顾天许来说，刚才的维护已然能让他高兴万分了，证明庞青青是喜欢他的，心中是有他的。有什么能比这件事更让他开心呢？顾天许是个用情至深的人，爱着一个人便会全心全意。当初待秦晴如此，如今对庞青青也是这般，爱了便是全心全意的喜欢。只要心上人对着他笑笑，他哪怕是死了都甘愿。婆娑追着另一个顾天许出来，那人的速度很快，婆娑带着谭渊又怎么能追到呢？谭渊眉头轻皱，这人应该不是顾将军。顾将军武功虽然不错，但与我应该旗鼓相当，可为何我们追不到？婆娑直勾勾地盯着谭渊，直到将谭渊盯得脸红，才移开自己的目光。谭渊疑惑：“你这般瞧着我做什么？”婆娑背过手，笑嘻嘻：“哦，我就是看看和顾将军旗鼓相当的人是不是也会脸红。我记得顾将军可是会脸红的。”谭渊被婆娑取笑，也不生气，嘴角划出了一片弧度。“你呀，赶紧找人。”谭渊无可奈何地摇摇头，他是个和尚，自然不会说谎，更何况他对婆娑没有戒心，说出心中的话倒是十分的自然。婆娑仰起头，认真道：“我们已经追不到他了。若是连婆娑都追不到，那定然不是人了。连你也追不到了吗？”婆娑点点头：“谭渊，你帮我四处找找看，有没有水井之类的东西。”谭渊敲了敲婆娑的脑袋：“顾府便有水井的。”突然婆娑踮起脚，
凑近谭渊，谭渊只觉自己心跳加速，手上的佛珠也惊得掉在地上，似乎时间静止了。他瞧见了婆娑脸上的笑意，婆娑没有施法术，但他却觉得时间静止了。婆娑快速地谭渊脑袋上敲了敲，想要撤离的时候，却被谭渊抱住，两个人挨得很近，呼吸缠绕。这下谭渊将婆娑眼睛上的睫毛看得一清二楚，就连他眼中的自己都瞧得明明白白。婆娑惊讶谭渊竟然能将自己捉住，但他更好奇，怎么了？你的睫毛好长，佛祖啊！他在说什么？哦，是吗？我平日没怎么注意过，真的有那么长吗？谭渊机械地点点头，真的很长。婆娑扬起脸笑了笑，突然两只胳膊环住谭渊的腰，谭渊的身子瞬间僵硬，就连脸上的表情都控制不住的抖动。婆娑，你……婆娑将脑袋扣在谭渊胸口，听着谭渊心跳。谭渊，你的心跳好快呀，这原来就是心动的感觉吗？虽然两人也曾搂搂抱抱，但心思依兰的拥抱还是第一次。谭渊的心跳又怎么能不快呢？谭渊，你听听我的跳没跳？婆娑突然间的邀请可将谭渊乐坏了，心跳更加快了，甚至有一瞬间的停止。婆娑好奇，手指忍不住动了动，却被谭渊捉住。谭渊无奈的笑笑，不用进我的神海了，我脑中全是你。婆娑惊奇地瞪大了双眼，吃惊的嘴角渐渐变成了笑容。谭渊，你好会说情话呀，我看的那些戏本上都没有你说的好，可你是怎么学会的？难道你也看那些话本吗？情话和尚再次上线，只要对着你便无师自通了。婆娑笑的眼睛都快眯成了一道缝，无师自通便无师自通吧，反正听你说这些话，我很是开心呢。情话谭渊自然不会吝啬，你若是喜欢，那我便多说说，不过当务之急，婆娑姑娘，我们是不是该找找那个顾天许呀？我们不必找了，他应该是逃了。刚才我们追的不过是一个虚影。谭渊问道，为何他能够跑得那么快？婆娑理所应当，因为他不是人啊。婆娑也懒得兜圈子，遂将一切的事情都告诉了谭渊。婆娑本就怀疑若水会对庞青青不利，便敛住自己的气息，等着若水自己送上门。可是他太过得意忘形，只在城中的河道设下禁制，却忘了还有井水一说。只是谭渊尚有疑问，你和若水相伴数万年，为何一个认不出一个呢？婆娑学着谭渊宠溺一笑，那架势差点要说小傻瓜了。你呀，神仙千变万化，你难道没有听过吗？我和若水虽然在一起数万年，但我们很少说过话的，大多数时间也都是原形相伴。只要敛住气息，对方发现不了，一点都不奇怪呀。莫不是那天我们救顾夫人的时候，被若水发现了你的踪迹？婆娑点点头，孺子可教。那你若是想找到若水，岂不是难上加难？他自然会避着你的。可他这几次三番的想要顾夫人的命，自然不会放弃。我们只需要守着顾夫人，便能够等到她了。婆娑赞赏的点点头。谭渊，你变聪明了呀。谭渊感情讨要好处，可有什么奖励？婆娑敲了敲谭渊的秃顶，要什么奖励呀？你变得这么聪明，还不是因为我？应该是你给我好处。那你要什么好处？只要是你给的，我都喜欢。两人回去的时候才知道，府中已经被风言风语传遍了。什么嫂子不甘寂寞勾引小叔子，小叔子和嫂子偷情被捉奸在床，可谓是应有尽有。短短一个时辰，竟然传得顾府皆知了。想不到夫人竟然是这样的人。夫人平日里看着挺正经的，没想到居然私下勾引小叔子。那是因为你们不知道，夫人和二公子当初可是有婚约的。快说来听听。我也是听人说的，似乎当初和夫人定亲的不是大人，而是二公子。不过听说二公子喜欢上了另一个姑娘，就弃了夫人而去。当时是圣上下旨，大人也是没有办法了，才会娶了夫人。当初这事可闹得满城风雨的，后来大人将府中的家丁都换了，这才止住了谣言。
莫非这次是夫人和二少爷旧情复燃？我听跟进去的小春哥说，两人当时可在床上呢。不可能啊！二公子当初就不愿意娶夫人，现在怎么会呢？我估计是夫人勾引的二公子。对，一定是这样。对，妄议主人是非，你们实在是胆大。婆娑终于知道为何众仙要追杀九头鸟了。谁被这般议论也会受不了的吧？这些人只是每人一张嘴，婆娑便听不下去了。九头鸟那9张嘴，怪不得惹是生非呢。丫鬟婆子看到是婆娑，倒也松了一口气。其中一个一身横肉的老婆子更是挑衅道：“哟，这不是夫人的客人吗？您和您身边的这位大和尚又是什么关系呢？还不住嘴！”那些下人对婆娑多为不敬，却对眼前突然出现的人恭敬异常。哪怕他是站在顾天林身边，也不算是狐假虎威。这女人姿色普通，年纪也有些大了，却也风韵犹存。大人，林姨娘。顾天林没有说话，反倒是林姨娘站了出来。丞相府可要不了你们这样欺负到主人头上的下人，将他们都赶出去。顾天林身侧的家丁倒也听他的话，架起了几个领头的丫鬟婆子押了出去，也不管他们是怎样的哀嚎。庞青青却突然出现，阻止了这一切。住手！庞青青身子本就不好，这下受了刺激，更是脸色苍白如纸。若不是丫鬟扶着，她可能真的会跌倒在地。若是平日，顾天林定会上前扶住庞青青，可是今日他竟然站在原地一动不动。林姨娘见状，嘴角抑制不住地弯了弧度。夫人不当家，自然是不知道府中下人的可恶之处。刚才他们可是在议论着夫人和二少爷呢。这话本是无理至极，庞青青却不在意。这几个都是入了奴籍的，你若是赶他们出去，京兆府的人定然会将他们当作流民的。林姨娘，此事还是算了吧。地上跪着的几人看到庞青青帮他们说好话，赶忙冲上去摇着庞青青的身子，求庞青青相救。就连庞青青的贴身丫鬟都被挤到旁边了。可怜的庞青青身子本来就弱，被一摇三摇的，快要跌倒在地。顾天林却一点动的意思都没有。局面本已经够乱了，万万没有想到顾天许也在这个时候来添乱。他突然出现，将庞青青抱在怀中。你没事吧？众目睽睽，顾天许这般是当真要将庞青青置之死地了。一直未动的顾天林走上前，伸出了自己的手，婆娑凑近谭渊的耳朵：“修罗场啊，修罗场！”庞青青将手搭在顾天林手中，可不知为何，平日怜香惜玉的顾天林竟然将庞青青扯了过去。庞青青一个踉跄，跌倒在顾天林怀中。顾天许心疼道：“兄长，你慢些，青青受伤了，她是你嫂子。”顾天林的一句话，将顾天许伸出去的手堵了回来。顾天林抱着庞青青便要离开，庞青青却扯住了他的衣袖：“相公，不要再造杀孽了。若是他不嘱托，今日见了这番修罗场的人，定然都活不下去了。”顾天林皱眉，也不理会庞青青说什么，抱着庞青青便离开了。顾天许的目光在庞青青身上久久不能离开。等到两人离开后，林姨娘挥了挥手，就有家丁出来将那些丫鬟婆子带着离开。甚至还有两人走到了婆娑谭渊身边，在婆娑身边的家丁色眯眯地将手伸到了婆娑身边，可惜还没有碰到婆娑，他的手腕便被谭渊折了，少不得需要个10天半月去休养。打了人还念一句佛，也就只有谭渊了。阿弥陀佛！顾天许若是还不明白顾天林的意思，便妄称大将军了。你放了他们，兄长那里我去说。林姨娘笑道：“二少爷，您别忘了，这里可是丞相府，并非将军府。威胁人顾天许自然也不会弱。你也别忘了，你不过是一个姨娘，我是大将军，也是丞相的亲弟弟。若是咱们有了冲突，倒霉的是谁？”林姨娘脸上堆砌了笑容：“二少爷说的哪里的话？既然二少爷想要放过这些不要脸的下人，便放了吧。”家丁纷纷退了下去。
走的时候还不忘将婆娑身边的人顺上。二少爷这般可满意？林姨娘讨好的笑着。顾天许并没答话，而是径直走到谭渊身边，问道：“大师似乎功夫不错，不用进神海婆娑便知道顾天许在想什么。一个能够在顾天许手下逃脱的人，顾府还没有人可以易容。显然顾天许怀疑谭渊是那日的歹徒，婆娑真的想要撬开顾天许的脑袋，看看堂堂的大将军在想什么。”婆娑小声吐槽：“他的智商是怎么当上这个大将军的？”谭渊老实的摇摇头，但还是替顾天许辩解了一句：“若我是顾施主，我也会这样怀疑。”殊不知两人的耳语在顾天许看来更是有鬼了。不知两位说的事情可否让我听听？婆娑断然拒绝，直接说别人智商有问题似乎不太礼貌，他怎么都不会做那样的事情。他可是一个善良的神仙，我们也没有说什么。你不要多心了。顾天许倒也没有追问，而是大师的身手不错，可否与顾某较量较量？顾天许话音未落便已出手，谭渊连忙将婆娑推到一边，专心应付顾天许。婆娑万万没有想到，凡人过招倒是挺好看的。神仙一般都拼的法力，很少肉搏。更何况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让他肉搏过呢。腾蛇呐喊：“你忘了晋元镇的小蛇了吗？”他搬了一个小凳子，掏出了一把瓜子，专心地观看起来。他还好心地递给了林姨娘一把。林姨娘瞪了他一眼，十分不屑地离开了。两人瞬间走了几十招。顾天许也确定了谭渊并非那日的歹徒，不过他倒是十分欣赏谭渊的身手。两人不知不觉中又走了几十招，与开始的拳拳到肉不同，现在的两人更多的是相互喂招。最后顾天许没有打趴谭渊，谭渊也没有打趴顾天许，两人非常友好的相视一笑。中间视角的婆娑仿佛看到两人身边冒起了粉色的泡泡。顾天许已经十分确定谭渊不是歹徒，便也起了惜才之心。大师有这样的身手，该保家卫国的。谭渊婉拒：“贫僧乃方外之人。”顾天许瞥了一眼婆娑，对着谭渊不怀好意的笑，那模样简直就在说：“小样，骗我还不清楚你？”婆娑指了指顾天许，弄得顾天许莫名其妙。“姑娘。”婆娑强忍着笑意：“你回去给自己上点药吧。”一张脸，左右各一个巴掌，一大一小，走到哪里都瞩目啊。夜晚，婆娑敲开了谭渊的房门，兴奋道：“谭渊，我们去做梁上君子。”趴在庞青青后屋檐上的谭渊第101次反抗：“婆娑，不如我们今天先回去吧，这万一瞧见了什么，他罪过可就大了。”婆娑捂住谭渊的嘴，小声道：“有人来了。”庞青青的身子很虚弱，已然睡得迷迷糊糊的，就连身边来了人都不知道。那人替庞青青将被脚向上提了提，将睡眠浅显的庞青青吓醒。“二叔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”顾天许伸出的手停在半空中，因庞青青的一句“二叔”久久不能收回。“青青，你以前叫我顾大哥的。”庞青青转过头，逃避着顾天许炙热的目光。“往事如烟，二叔，你将那些事忘了吧，你还是快点离开吧，不然对你对我都不好。”顾天许态度强硬地掰直了庞青青的身子：“若是以前，我定然不敢奢求的。青青，是你今天给了我希望，我知道你定然还是喜欢我的。青青，以前是我不好，我带你离开这里好不好？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，我们重新开始。”婆娑在房檐上都替庞青青疼，这两兄弟要不要都这么粗鲁？太过霸道了。你别说了。顾天许却不管不顾地将人抱在怀中。庞青青越挣扎，他抱越近，最后庞青青终于放弃了。婆娑实力怀疑，绝对是庞青青疼得受不了才放弃的。“青青，你让我说完好不好？我以前从未对你说过这些话，今日让我一次说完。青青，我爱你，我并不爱你。”顾天许终于放开了庞青青，一脸的不可置信：“今日之事，你明明白白的瞧见是我，却为我掩饰。
这莫不是爱我？打晕我的不是你，你是后来才来的。顾天许却笑了，握着庞青青的手，如何都不愿意松开，就连我都分不开我二人的模样，你却分开了。这莫不是你对我的情意？庞青青倒是真的没有认清楚是不是顾天许，只是当时本能的去保护顾天许。现在他听着顾天许话中的意思，自然知道当时打晕他的不是顾天许，心中一阵暗喜，甚至脱口而出：“当真不是你？”智商一直不在线的顾天许终于在线了一会。你不知道今日是两个人，你不知道还帮我掩饰。青青，你……庞青青知道自己说错了话，恨不得咬掉自己的舌头。顾天许却将自己的手塞了过去：“别伤着自己，要咬便咬我吧。你这一生气便咬自己的坏习惯还是没有改掉，夭寿了。”顾天许居然调戏嫂子，少年，你这样会被你哥打死的。婆娑如是想，谭渊对上婆娑猥琐的笑容，便知道他在脑中又开始胡思乱想了。有时他倒是想在婆娑神海中转转，瞧瞧这个脑洞少女在想些什么。庞青青皱着眉头，生气道：“你快点离开，若是被人瞧见了，你我都要遭殃。”顾天许却明目张胆地耍起了流氓：“原来你怕的是遭殃，而不是兄长吃醋啊！夭寿了，少年，你这么明目张胆地撬你老哥的墙角好吗？”谭渊不忍直视地别过眼：“少女，能不能稍微将你脸上的猥琐收一收啊？”庞青青当真快要无奈顾天许被气哭了：“你这人怎么还是这般？这两人之间若是没有情谊，婆娑第一个不相信。可惜爱而不得，两个人终究是错过。顾天许若是真的耍起无赖来，庞青青又怎么能招架得住了？他将人逼进床尾，委屈哈哈的：“青青，以前都是我不好，你原谅我好吗？我们一起离开吧。”夭寿了，少年居然拐带嫂子私奔了，说好的苦情剧呢？怎么变成甜甜呢？谭渊抓住婆娑的手，婆娑心中乱跑的小人也被谭渊击碎。好在庞青青的画风还没有被顾天许带偏，他一直都坚持着虐恋情深的路线。二叔，你怎么可以这般说呢？我是你的嫂子，你学过的礼义廉耻呢？顾天许逼近一步：“礼义廉耻算什么？只要你在我身边，我连性命都可以不要。”庞青青被逼得后退无路，怒骂道：“你莫要太过分了！”顾天许还是不死心，追了上去，眼看着就快要亲到庞青青脸上。“住手！”顾天林突然推开房门，怒喊道。门外进来的除了顾天林，竟然还有顾天许。两个顾天许，竟然又是两个。谭渊回过头想要提醒婆娑，却发现婆娑面色如常，并未有什么动作。突然婆娑对着谭渊笑了一笑，吓得谭渊差点掉下房梁。谭渊身手虽然好，但还是弄出了动静。顾天许和暗处的侍卫上前查看，却发现什么都没有。婆娑得意的笑笑，小小的障眼法他还是会的。床上的顾天许起身向顾天林行礼，原来这个顾天许竟然是顾天林找人假扮的。“丞相，你们先下去吧。”房间中便只剩下庞青青、顾天林两兄弟，当然房梁上还有谭渊二人。顾天林坐在桌边，阴晴不定。庞青青替他倒上一杯茶，他朝着那杯茶冷笑片刻，竟然将整杯热茶泼向庞青青。电光火石之间，顾天许用自己的身子替庞青青挡住。庞青青抬眸看着替自己挡住热茶的顾天许，心中五味陈杂，眼眶终究是不争气的红了，想要替顾天许查看伤口，却无能为力。她的丈夫便在眼前，莫非要让她替另一个男人宽衣解带？顾天许瞧不见庞青青的眼神，但却能感觉到她的悲伤。他心中又何尝不是悲伤呢？刚才在门外听到庞青青原是替他遮掩，那事虽不是他做的，但他心中甚是开心。他多想与刚才的那人一样诉说自己心中的情感，可是话到嘴边，他一句也说不出来。庞青青冲破不了礼法，他又何尝不是呢？顾天许放开抱着庞青青的手，质问道：“兄长，
嫂子是你的妻子，你这是做什么？”随着顾天许的离开，庞青青眸色一暗，眼睛中带上了雾气。顾天林冷哼一声：“妻子，一个惦记着小叔子的女人，根本不配做我的妻子。”庞青青解释到嘴边，却发现自己怎么都说不出口。他是真的惦记着自己的小叔子，顾天林并未说错，他又如何能说出辨别的话呢？庞青青没有否认，可顾天许却帮他否认了。兄长，什么话该说，什么话不该说，你莫非不知道吗？刚才嫂子什么都没有做，你何至于说出这般难听的话？顾天林冷笑道：“什么都没有做吗？那为何今日他要帮你隐瞒？你还想骗我到什么时候？分明是你们两个偷情，刚才定是这贱人发现了那人并不是真的你，才会那般扭捏拒绝。你二人不过是演一场戏给我看罢了。婆娑现在好像下去打死顾天林呐！贱人，扭捏作态，这是一国丞相该说的话吗？”婆娑如是想着，下面的顾天许却已经帮婆娑干了。他一拳打到了顾天林的眼睛上，以顾天许的力道，本该废了一只眼，可他念及兄弟情分，只是让顾天林黑了眼眶。兄长，还请你收回刚才的话。贱人，贱人，贱人，不要脸的贱人！堂堂一朝丞相，竟然用如此粗鄙不堪的言语辱骂自己的妻子。庞青青听到顾天林骂他不堪，没有哭；看到顾天许维护自己，却哭了。只是他不能够再让顾天许有更多的把柄了。顾天许的第二拳在庞青青脸上停下，看着义无反顾挡在顾天林身前的庞青青，他又气又怨：“嫂子你……”庞青青偏过头，不愿意将自己的脆弱展示给顾天许。此时是我夫妻之间的。二叔，你还是离开的好。顾天许不敢置信地看着眼前的女人，当初一点委屈都不愿意承受的庞青青，现在却像个受气包一般，任由顾天林搓扁搓圆。你难道要受这种委屈？可顾天许不知道的是，当初一点不退让，是因为庞青青喜欢他，在意他。现在的诸多忍让，只是因为不在乎。既然不在乎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是，无论是什么委屈，都是我和相公之间的事，与二叔无干。你还是离开的好。顾天许带着满眼的难过悲伤，转身离开，头也不回。婆娑吃惊地长大了嘴，急于吐槽却不能说话的他，一只手指点上了谭渊的脑袋。谭渊脑中瞬间出现了一行字：怪不得这人会失去庞青青呢，脑子被狗啃了吧？让离开竟然真的离开，虽然只是一行字，但谭渊却能从颜色的深浅了解到婆娑的愤愤不平。他想要说些什么，却懊恼自己哥根本没有婆娑的本事。婆娑点上谭渊脑袋上离他最近的戒疤，谭渊脑中瞬间又出现了一行字：嘻嘻嘻，你若是想说什么，想一想，我能瞧见的。谭渊脑中情不自禁地将婆娑的模样倒印出来，却差点被婆娑一指头戳翻下去。让你想事情的看法，你想我做什么？谭渊涨红了脸，原来他真的什么都知道啊！我当然什么都知道了，千万别想其他的了。谭渊再也不敢胡思乱想，集中注意力发表了自己的看法。阿弥陀佛，缘起缘灭，皆是众生因果。谭渊脑海中出现了婆娑的哭唧唧的脸，后面缀着一行字，说一点有用的呀。顾施主情商确实很低，这还差不多。两人在上面情意绵绵，下面却是风雨交加，电闪雷鸣。顾天林推开苦苦解释的庞青青，一点不曾留恋地走出了房门。从今天开始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不许夫人走出房门一步。庞青青被禁足的第二天，顾天林便带着一个名唤若若的女孩子回来了。这还是顾天林第一次往家里带女人，更何况那若若生的千娇百媚，只要瞧上她一眼，整个骨头都酥了；若是瞧上她第二眼，整个人都要成仙了；若是被她瞧上一眼，便是神仙不做又有何妨？真的有那么漂亮吗？何止是漂亮，那简直是仙女下凡呐！婆娑拉着谭渊便离开了还在八卦的人群，巧笑嫣然：
我们也去瞧瞧这位弱弱姑娘是怎样的貌美。谭渊最大的优点便是，婆娑让她去哪里，她便去哪里，甚至从来没有多问过一句。若是婆娑心情记得了，还会解释解释；可若是婆娑不记得了，解释都免了。谭渊也不恼，任由婆娑带着他到处乱转，打听好那位弱弱姑娘的闺房。婆娑似做贼一般，透开了弱弱的窗户纸，面若桃花，眼含秋水，唇似豆蔻，身姿风韵婀娜，一举一动都透着动人的魅力。相比之下，庞青青的姿色便平庸了不少。这位弱弱姑娘虽然貌不似婆娑美，但身上自带的气质诱人心弦，整天傻兮兮的婆娑自然是比不了的。婆娑退了回来，将位置让开，示意谭渊上前查看，一人一次，很是公平。谁知谭渊却转身离开，婆娑不解，赶忙追了上去。谭渊，谭渊，你干嘛不看呢？那弱弱姑娘长得可好看了。谭渊，你先别走啊！谭渊，你等等我，你等等啊！谭渊，你快点回答我！谭渊走到了四下无人的地方，才停下脚步。阿弥陀佛，美女在我眼中不过一具骷髅。婆娑微微一笑，凑近谭渊。他本想吓吓这个满嘴阿弥陀佛的和尚，却不想被和尚抱了满怀。你是将我带入尘世的恶魔，也是我的菩萨。只有你在我眼中不知骷髅。婆娑脸色通红，自从谭渊表明心意之后，竟然解锁了情话。谭渊说起情话来，比婆娑的话本子还要多。你这不是自相矛盾吗？你什么时候学的这般油腔滑调的？谭渊抱着婆娑，闻着她头顶的发香，柔声道：“都与你说过是无师自通了，只要面对的是你，我说什么都不嫌多。”婆娑心中暖洋洋的，她捂着自己的胸口，喃喃自语：“这就是心动的感觉吗？”谭渊闻言，心中一动，赶忙追问：“你是对我心动了吗？”谭渊的目光灼热，比他曼殊沙华的颜色还要深些。他羞涩地逃避开谭渊的眼神。谭渊，你别乱说了，你再说，我便不理你了。婆娑何时如此害羞过？也就只有谭渊才有这个本事，让婆娑害羞地低下头。谭渊将人拦在怀中，无奈地叹口气：“你不想听我说，我便不说了。日后若是你想要听了，你尽管我讲与你听。”婆娑扯开嘴角：“我都快要被你绕死了。”顾天许已然离开了丞相府，庞青青也被关在房中，半步移动不得。两个有情人却劳燕分飞，而顾天林自从带回了若若，也变得纵情酒色，似乎一夜之间什么都变了。婆娑时常溜去陪着庞青青解闷。庞青青是个聪明人，从来不过问婆娑是如何从重重看守中进来的，也不问外面到底是何情况，带着婆娑带来的糕点，听着婆娑讲的神仙鬼怪故事，倒也是十分自在。庞青青忍住没有问外面的情况，婆娑却忍不住将外面的一切讲了出来。庞青青听到后也只是淡淡一笑，似乎早有预料。婆娑有着通天的法术，也不想再进庞青青的神海了。反正这个姑娘想的东西，她从来理解不了。婆娑始终怀疑若若就是若水，便想方设法地揭穿她的身份。谁知道若若竟没有任何的纰漏，没有纰漏才是最真正的可怕之处。这日，婆娑殷勤异常地出现在若若面前。若若被婆娑几番试探，自然是认识婆娑的，她倒也友好，招呼着婆娑落座，还大方地分享顾天林赐给她的山珍海味。姑娘，多吃一点，这可是丞相大人送来的好东西，想来姑娘是没有吃过的吧？婆娑也不恼，乖乖地坐了下来。既然姑娘将，婆娑话音未落，若若便痴痴地笑了起来，花枝招展的，迷了旁人的眼。可是婆娑好像一巴掌扇死她呀！若若得意地笑了笑：“姑娘，奴家已然是丞相大人的人了，不再是姑娘了。你可唤我一句夫人。”光听着声音，婆娑便知道是林姨娘了。只怕你还当不起夫人这两个字。若若笑意一脸：“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林姨娘啊！您年纪大了，
也别经常出来走动，万一闪了腰便不好了。林姨娘脸色一沉：“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不过是大人带进来的一个狐妹子，也敢教训我？我可是先夫人的陪嫁丫鬟，伺候大人也有18年了。要知道，当初夫人进门的时候，尚且对我礼遇有加。”若若闻言扑哧一笑，风情万种，18年了，还当真看不出来呀？姐姐包养的还真是甚好甚好，也就有7分的人老珠黄之感。林姨娘斥道：“你莫要仗着大人的宠爱作威作福，宠爱又如何？我照样能让你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。”若若笑倒在婆娑身上，实若无骨，千娇百媚，你呀，也就只会过过嘴瘾。也罢，我便不与你这老妇人计较。昨个丞相大人将人家折腾得够累的，连吵架的力气都没有了。不要脸的狐妹子，好事风骚！我今日便收拾了你，大人也不会怪罪于我。左右侍从却是久久不敢向前，毕竟这是顾天林最近最为宠爱的女人。他们入府以来，还没有见过顾天林这般宠爱一个女人呢。林姨娘被气得不轻，怒骂道：“你们若是不上，倒霉的可是你们！忤逆我也就是忤逆大人，大人回来定然不会放过你们的。”若若在婆娑怀中娇柔魅惑，迷得周围的下人哈喇子全部掉在了地上。哟，好生厉害！只不过你算什么东西？不过是妾室而已。丞相大人可是答应过我，要让我做夫人的。林姨娘胸口上下剧烈起伏，显然是被气得不轻。她震怒之下，将面前的一杯茶泼了过去。若若眼疾手快地躲在婆娑身后，可怜的婆娑本想闪，却因为一念之人错过了，怀中的法器叫苦连天。呀呀呀！居然是茶呀！谁将这种不干净的东西泼在我身上的？啊，好晕了！啊，我不行了，我快要不行了，我要睡了。原来婆娑去冥界要了香生锥，此锥能让妖精鬼怪无所遁形，也能让弱水现出原形。只是这香生锥不能接触凡尘之物，一旦接触便会失去效用。想要再次开启，需待100年之后。婆娑闭着眼，将自己的愤怒压在眼底。气死他呢！气死他呢！不能生气，不能生气！将无理取闹的2人甩在身后，他一刻也不能在哪里待下去了。可若若却扯住了婆娑的手臂，冲着林姨娘叫嚣：“你这下弄脏了婆娑姑娘的衣服，若是丞相大人知道了，定然饶不了你。”林姨娘我闻言哈哈大笑，顾不得什么淑女形象，原来你是想陷害我呀！不过你这如意算盘可是要落空了。这位婆娑姑娘是夫人的客人，与大人并无干系。若若脸上的笑意更甚，似乎是高兴她少了一个对手。可婆娑却要被这2个无理取闹的女人烦死了。她遇上的女人似乎还没有这2位这般无耻的。女人为难起女人，当真是一点都不含糊呀！原来你和丞相大人没有关系啊，还害得我吩咐下人准备了这许多的好吃的，真是心疼死我了。若若瞧着一桌子的菜埋怨婆娑，婆娑再也不想理这个无理取闹的女人了，转身便走。若若还想扯住婆娑说些什么，却发现以她的力道根本拉不住婆娑。她揉着自己的手腕，娇声细语地咒骂：“什么嘛，长得挺好看的，力气居然这么大，怪不得丞相大人看不上呢。”婆娑忍不住翻了白眼。只不过若若是瞧不见的，若是被他瞧见了，不知道又要闹出什么事情呢。谭渊倒了一杯茶，递给气呼呼的婆娑：“莫要生气了，小心气坏了身子。到底身子是自己的，这气是生不完的。”婆娑端起茶杯一饮而尽。你是不知道那2个女人有多离谱，我都不屑地和她们说话了，简直没有见过这般的人，快要气死我了。谭渊为婆娑续上茶，问道：“如何离谱？”婆娑将若若与林姨娘的冲突打骂，已经被当作炮灰的她都添油加醋地说了一番。谭渊听了婆娑的讲述，也是一惊，怪不得师傅在他下山之前曾经叮嘱过女人是老虎，千万莫惹。幸好他喜欢的姑娘不是那般，要不然他真的要愁死了。
婆娑拿起桌上的象声锥，将其变小后放入了怀中。可怜我辛辛苦苦借来的法器呢，弄坏了孟婆的东西，她一定会生气的，不知道又要怎么剥削我呢。谭渊安慰道：“传说了千年的孟婆，想必没有那般的小气。你与她说明缘由，想必她是不会计较的。”婆娑无奈：“那是传说，神话都是骗人的。孟婆可小气呢？我就打翻了她一碗孟婆汤，便让我替她做了100年的孟婆呢。那100年可将我煎熬坏了。那其实还好，毕竟是我自己坏了因果。一人一碗孟婆汤都是有定数的。我砸了别人的孟婆汤，孟婆去凡间替那人改命也无可厚非，我认了。但是孟婆总是乘着我不再来采曼殊沙华做孟婆汤，被我抓住之后还不承认，可过分呢。谭渊万万没想到神仙也是会这般算计的，倒是与人一般。说起孟婆，婆娑好似有着说不完的话，不是吐不完的槽。什么算计着他，替他去采天山的雪莲，帮他做西一批鬼差的导师，帮他去寻鳄鱼的眼泪，反正只要是又累又难做的活，都让婆娑做完了。婆娑控诉了半宿，喝完了3壶茶水，才将这些年孟婆对他的欺压说清楚了。在一旁默默聆听的谭渊毫无预兆地开启了夸人模式：“那是因为你良善，以你的能力将法宝抢过来都是稀松平常的事情。你去借，是因为你实在太好了，因为太好，所以不愿意去欺压别人。”婆娑目瞪口呆：“谭渊，说谎话是要被佛祖惩罚的。”谭渊笑道：“那你现在舒服了吗？”婆娑嘴角上扬：“谭渊，你真好，愿意说这些瞎话哄他开心。”谭渊对着婆娑温和地笑着，他的眼中只有婆娑一个人，而婆娑的眼中也只有他一个人，两个人彼此之间再也容不下其他。婆娑摸着胸口：“我能感觉到里面跳动了。”谭渊，是因为我在想着你吗？谭渊满意的点点头。他原本在感情之事上是个傻瓜，但是他喜欢的姑娘却在感情之事上是一个比他更傻的傻瓜，他只能步步逼近，让他回应着他的感情。晚间婆娑又要溜进去看庞青青，却发现久久未曾露面的顾天林出现在他房中，婆娑只能隐身上了房顶，似乎他是爱上房顶。庞青青手中拿着一张纸，面无表情：“你难道忘了这是皇上赐婚？你休不了我。”顾天林冷笑道：“既然皇上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，我上禀圣上免了你我的婚约，又何妨？”庞青青面露震惊，她在府中多年，便是为了收集顾天林贪污敛财、结交党羽的证据。而有了这些东西，楚王便能够将顾天林握于股掌之中，也能够将顾天林身后的世家连根拔除。楚王答应过他，只要有一天能够灭了那些威胁皇权低氏族，便将顾天林交给他。庞青青肯定道：“你知道，你一直都知道。”顾天林恶狠狠地盯着庞青青：“是，我知道，我一直都知道。我知道自己的妻子是皇上派下来的奸细，也知道我的妻子日夜想的无非是怎样杀了我。可是我却希望有一天她能够真心的喜欢我，真的爱上我。当头来我才发现，一切都是我痴人说梦。那我父亲呢？你害死我父亲又如何说？”顾天林似是不认识眼前的女人一般：“对呀，他又何曾真的认识过她呢？那我父亲呢？我父亲本是一代忠良，却因为你庞启的陷害战死沙场。我只不过是讨回我的公道。”庞青青呆愣在原地。是啊，顾天林为了自己的父亲报仇，他又为了自己的父亲报仇。他其实做的事情与顾天林没有什么两样。若是楚王真的动怒，顾府的人又有那个能够逃过呢？他只不过是徒遭杀孽。你走吧，夫妻一场，我不忍心杀你。但圣上已经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，又怎么能够放过你？只要你走出丞相府的大门，圣上必然会派人杀你，是死是活，全看你的造化了。庞青青将休书揣在怀中，缓缓地走入夜色。临行前他说：“这些年你待我很好，
我确实想过和你好好的生活，但只要想到父亲的死，我生不如死。如今我也明白，就算不是你，楚王也会找到父亲的错处。兔死狗烹，不外乎是顾天林。从今以后，你我再无相干，生死有命。今生我对你不起，若有机会，必定偿还。顾天林冷声道：“你交给楚王的东西，只是我想让楚王看到的。你并未对不起我，不必偿还了。你身中剧毒，命不久矣，我们也未有再见的机会了。”庞青青苦笑：“原来你一切都知道了。”他知道，却因为知道更加的痛心。他以为终有一日，他待他的好能让他忘记复仇。他的饭食中总是被他弄上延缓病情的解药。他给了他机会，他却让他一次次的失望。最后，他终于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。他原以为他会犹豫，谁知道他竟然丝毫不曾有过恻隐之心的将东西交给了楚王。这是他第一次为了一个女人破了底线。但这也只能是最后一次。他亲手将她送上了断头之路，也亲自将自己送上了绝情之道。庞青青走出顾府的大门10步之远，他瞧着曾经的那棵大树，五味陈杂。在这里，他遇上了自己喜欢的顾天许，也遇上了喜欢自己的顾天林。他的一生因为这2个男人变得分崩离析。如果能给他重新再来的一次机会，他必然再不会来这棵树了。往事一幕幕在他眼前闪现：出狱、倾心、背弃，跟随家破人亡，跟随眼角的一滴泪滑落在他嘴唇。他浅浅地舔了一下，原来心还是会痛的，泪还是苦的。眼前白光闪过，他却没有感觉到丝毫的疼痛。回过头的时候，便发现顾天许站在他的面前。顾大哥，顾天许因为他的顾大哥眼中放出异样的光芒。兄长给我书信，说让我在这里等你，然后带你走。顾天林到底是没有设下。庞青青虽然感激，但也只是感激，不必了。顾天林却容不得拒绝，强硬地将人抱起。听话，熟悉的脸，熟悉的怀抱。可是他似乎再也没有勇气去爱了。顾天林必须赶在下一批的杀手到来之前带庞青青离开，怀中的人安安静静。如果不是怀中的重量，他都要怀疑自己是不是抱人了。顾天许抱着庞青青来到一间小院，我们到了。怀中的人睡得安详，他还能听到他浅显的呼吸声。自从庞启死后，这是庞青青睡得最安稳的一次，也是最舒服的一次。也只有顾天许能够让他心无芥蒂地休息了。婆娑替2人引开了身后的刺客，又在小院周围设下结界之后才离开。若是可能，他也想要帮助红云度过情劫，可惜情劫是旁人帮不了的，就连他自己都被困在情劫中。庞青青伸出手遮住了阳光，那阳光灼得他的眼睛很疼，眼前却突然有人挡住了他的阳光，将他笼罩在一片阴影当中。夫人，逆着光，他瞧不见那人的样貌，只是觉得应该是自己相熟的人。只是他何曾嫁人了？他又嫁给了什么人？你是谁？那人握住他的手，蹲在他的面前。我是你相公，我叫顾天许。他终于瞧见了那人的脸，他赶紧抽回自己的手。不，我不是你娘子，我应该是你嫂子，你弄错了。顾天许强硬地握住他的手，对着他微笑。你这小傻瓜，我顾家只有我一个儿子，我又哪里来的嫂子？你睡糊涂了。他不信，他便叫来家中的下人替他作证，最后他还是不信。他觉得这是他为了他设下的一个局，但直到他见到了庞启，他的父亲还活着，还会对着他笑，还会说他不懂事。莫非以前的那一切只是他的一场梦，而这里才是真正的现实吗？如果这是梦，他也要留在梦中。这里不但他的父亲还活着，他还嫁给了自己想嫁的人。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，美好到他有些不相信了。这个顾天许对他百般体贴，甚至为了逗他开心，去了10里庙求取姻缘签。这里没有顾天林，也没有秦晴，只有他们2个。他想到什么，顾天许总是会帮他做出来，似乎是他肚子里面的蛔虫一般。
可他觉得一切不真实。顾天许何曾对他这般好过？果然，顾天许后来就回了一个姑娘，那个姑娘叫做秦晴。秦晴一来便俘虏了老少的心。秦晴是个温柔的姑娘，也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姑娘。可一想到他曾经梦中的那个秦晴，他便对眼前的秦晴热情不起来。他似乎变成了梦中的那个人，对待秦晴非打即骂。他将顾天许圈在自己身边，半步不得离开。可是顾天许和秦晴还是在一起了。顾天许说，是因为他的刁蛮任性将他推到了秦晴身边。他喜欢的从来都是温柔善良的女子，而不是他这样的妒妇。他给了他一纸休书，断绝了他们多年的情谊。很快他便听说顾天许要娶秦晴了。那天他穿上了他最喜欢的鹅黄色衣衫，出现在婚礼现场。他将手中的匕首狠狠地刺进了秦晴的胸膛，而他也将自己的长剑刺进了他的胸膛。他不可置信地看着他，他说过以后会保护着他，可是现在却亲手要了他的命。他是不是太过相信他呢？他对他何曾有过半分的真情啊？梦中如此，就算是现在也是这样。无论是不是做梦，他始终未曾爱过他。青青，青青，你醒醒！既然已经杀了他，为何要叫他的名字？莫非还要再杀他一次吗？突然，一个女人出现在他面前，拉着他的手：“青青，我们快些离开。”“你是谁？”“我是你的朋友婆娑，我是带你离开这里的。”“婆娑，婆娑，不就是他梦中的那个姑娘吗？可那不是做梦吗？为何他梦中的姑娘会来到这里呢？”婆娑也顾不得庞青青想什么了，扯了他便要离开。谁知道他竟然扯不动一个女人。婆娑指着眼前凶神恶煞的顾天许：“青青，这不是真正的顾天许，这是你心中的顾天许。你认定了顾天许对你无情，你爱上的是自己心中的哀伤，你爱上的是你自己给自己的痛苦。你害怕，你无助，在你的心中，顾天许总有一天会抛弃你。所以，无论是梦中还是现实，你都将自己放在一个可怜者的地位，是你自己折磨着自己，与旁人没有半分的干系。”庞青青神色慌张，似乎被婆娑说中了心事，她竟然抽出自己胸膛的剑乱砍了起来。“不是的，是他负心，又怎么是我自己折磨自己？你胡说，你胡说！”庞青青的剑被婆娑捉住，她见到癫狂的庞青青，甚是无奈。若是不下一剂猛药，庞青青又怎么离开自己的梦境呢？你并不爱顾天许，你爱的是顾天许给你的伤痛，那些伤痛便是你活着的希望。你用最残忍的方法提醒自己，是你自己让自己变成了如今的模样。庞青青瘫软在地，身上的剑窟窿也不治而愈，只是她嘴中一直在喃喃自语：“不是我，我不是这样的。”婆娑见状，心中不忍：“那你便随我去看看，去外面真实的世界了却了这段因果。”庞青青抬起头，坚定道：“我随你出去。”婆娑如愿将庞青青带出了困境。庞青青一醒，顾天许便拥住了她，谭渊也将从神海中出来的婆娑抱住。婆娑凑近谭渊低语：“我没有事，你抱着我干嘛？是不是担心我？”谭渊瞧见婆娑眼中的戏谑之情，微微一笑：“是，我是担心你。”婆娑听到谭渊这般直白的话，心跳漏了一拍：“你这和尚好生直接啊！”庞青青醒过来，看到这自己被顾天许抱在怀中，竟然剧烈地挣扎开来。顾天许还以为庞青青是如同以前一般遵守礼教，便也放开了。殊不知他的举动在庞青青看来，居然成了嫌弃。“刚才你为何会在我梦中？”婆娑浅浅一笑：“因为我是神仙啊，刚才的事情可以不告诉别人吗？”婆娑是不是神仙，他并不关心，他真正关心的是婆娑会不会将他梦中的事情告诉顾天许。婆娑答应道：“只要你不愿意我说，我便不说。你们先出去吧，我想要休息休息。”顾天许却不愿意：“不行，刚才你便是一睡不起的，我如何也不能让你再睡了。”庞青青别过眼，躲开顾天许眼中的担心：“不会的，
我只是想一个人静静。顾天许还想说些什么，却被婆娑挡住了。放心吧，现在就算是他睡过去了，也不会出事的。我们出去，让他一个人静静。顾天许是见识了婆娑的本事的，虽然相信了婆娑的话，但他心中还是放心不下，可又害怕坚持会让庞青青生气，暗自决定在外面守着。关上房门后，庞青青的精神终于在一瞬间崩溃，她脸上的泪似不要钱一般掉了下来。婆娑知道顾天许放心不下庞青青，但是留在这里只是给庞青青添堵。你放心吧，这里有我呢，我守在这里，你先离开吧。顾天许神色黯淡，是不是大仙刚才在青青梦中见到了什么，所以你才会帮青青回绝我的好意？婆娑无奈，难道他要告诉顾天许，在你心上人的神海之中，你就是一个十足十的渣男？就是因为当初的负心，庞青青再也不相信顾天许的感情，甚至是踏上了自卑的不归路。在庞青青眼中，是个男人都不会喜欢自己。简单一句话总结，是留下阴影了。除了庞青青自己能够走出阴影，还真的没有人能够帮助她。可惜呀，一个好好的姑娘被眼前的男人折磨成了这样，一个自卑到极点的姑娘又如何相信其他人呢？我什么也没有见到，只是我总觉得你是青青的二叔，在这里与理不合。顾天许瞅了一眼谭渊，那眼神似乎在说，与理不合能不合得过你？你可是与和尚在一起的，他也不过是关心自己的嫂子。如果是别人说了这话，顾天许一定无言以对，毕竟他还是接受了许多年礼义廉耻的教导。可是婆娑说这话，在他眼中怎么都是敷衍。婆娑明白了顾天许眼中的意思，我可是神仙，所以我是特殊的。可顾天许总是能找到反驳他的理由，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。神仙都可以在乎礼义廉耻，那我还在乎那些俗世的规矩做什么？谭渊淡笑道：我既已动了心，便已经不是和尚了。我动心的那刻已然还俗了。可是顾施主，你当真能放下你心中的那套枷锁吗？谭渊坦荡荡对的顾天许无话可说，他确实放不下。可他放不下，是因为对兄长的敬仰和尊重庞青青的选择。如今庞青青和兄长再无干系，只需要庞青青点点头，他便会抛弃那些礼义廉耻。顾天许心中五味陈杂，他当初若是有谭渊一半的清醒和勇气，他与庞青青又何故是今日的模样？你这小丫头算是命好，遇上一个对你一心一意的和尚。婆娑强调，我是神仙，我不知道带了你多少岁，你怎么可以叫我小丫头？他极其特别，非常讨厌这个小丫头这个称号。好，不叫你小丫头，只不过大仙，你是如何知道有人要害青青的？莫非你有未卜先知的能力？顾天许难得情商高了一会，逗弄起来婆娑了。婆娑弯起嘴角，笑意盈盈，此乃天机不可泄露，就不能透露一下？好吧，反正说与你听也无妨，除了答应庞青青保守秘密的部分，剩余的婆娑讲了一清二楚，甚至还绘声绘色，添油加醋，深得寂寞城的真传。这么说你也不知道这若水为什么要害青青呢？婆娑无奈地叹了一口气，我也想知道啊，若水不应该是这般心狠手辣的，他为什么要千方百计地伤害青青？但我敢肯定，一定是为了感情之事。若水动手都是因为感情那档子事情，他可多情了。顾天许挑眉，你语气莫名的上扬是怎么回事？多情难道还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情？那你现在查出来谁是若水了吗？我已经有了怀疑对象了。谁？婆娑故弄玄虚，我为何要告诉你？你这个负心汉！顾天许看婆娑靠在谭渊身上，笑得一脸猥琐的婆娑，他突然觉得，就算是当初刁蛮至极的庞青青，瞧着也挺可爱的。出狱之时，这两人的组合足够引人注目。过了这许多的时日，两人变本加厉，现在比热恋中的年轻男女还要腻歪。顾天许心中所想，婆娑自然知道，他眼中闪过一丝不怀好意的光芒。负心汉，
你当真想知道谁是弱水吗？顾天许有种不祥的预感，他还是顺从地点了点头。婆娑离开谭渊，凑近顾天许，让顾天许害怕的事情发生了。他刚才分明看到婆娑伸出了手朝着他戳来，但是现在手中却多了一只胡萝卜。饶是顾天许胆大，却还是被婆娑吓到了。他身手很好，可此刻想要后退几步，似乎是没有可能的事情，因为他已经动不了了。他似乎掌控不了自己的身子，他明明白白地和自己的身子分开了。他看到婆娑将胡萝卜从他的胸前穿过，倒了又倒。虽然他感觉不到疼痛，但看着自己的身子这么糟蹋，还是有些难受的。他想要让婆娑住手，却发现他什么都说不出来。他似乎失去了语言的功力，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婆娑对他的身体为所欲为。婆娑倒啊倒，终于找到了顾天许的心。顾天许看到婆娑缓慢地抽出胡萝卜，他明明没有知觉，但整颗心似乎随着婆娑的动作而跳动，只剩一点点胡萝卜须了。只要抽出来，他似乎就能够安心呢。可在最后的一点点快要折断的胡萝卜须上面，拽着两只小手，两个细小的胳膊。顾天许和谭渊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胡萝卜须，里面会带出什么东西呢？粉色的衣角，似乎是个姑娘；粉色的腰带，毋庸置疑，这的确是个姑娘。只是这个姑娘的腰似乎有些粗了，和她的小胳膊小腿比起来，显然是不合比例的。最后，他们终于见到了这位千呼万唤使出来的姑娘。可顾天许却两眼一翻晕了过去。晕过去的顾天许以100米的速度掉在了自己的身体里面，醒了过来。可是他宁愿自己没有醒来，因为突然你出现的那个姑娘竟然是一颗粉红色的心。那颗心睫毛长得比他的指甲盖都长，眼睛占据了整个位置，嘴似乎一颗樱桃都塞不下去。原本有着这样组合的袖珍姑娘该是十分美丽的，但这位姑娘的脸型却是一颗心。谭渊没有晕过去还是他的本事。婆娑和小欣欣对着手指，小欣欣伸出她那细细的胳膊抱住了婆娑的手指，好奇地眨着眼。她的睫毛就和一团扇子一样张张合合。婆娑好玩地将小欣欣戳倒在地，小欣欣也不恼火，只是再次爬起来抱着婆娑的手指研究。婆娑继续戳，小欣欣继续爬起来，最后小欣欣的粉色裙子都变成了灰色。可两人还是不断地重复着一戳一起的动作。顾天许伏在谭渊身上，防止自己摔倒。那个那么蠢的真的是我的心吗？目睹了一起的谭渊实诚地点点头。婆娑听到顾天许的话，笑着将戳倒的小欣欣扶起来。一个水诀，小欣欣身上粉色衣衫已经干干净净了。婆娑收回自己的手指，又哄小欣欣：“你告诉我，顾天许一生中最难堪的事情是什么？”小欣欣歪着头，似乎不明白婆娑说的是什么。她的两只细小的胳膊在脑袋上转了转。突然，神奇的事情发生了：小欣欣的鼻子、眼睛、嘴巴消失了，可她的脸变成了一面镜子，映出来的是小时候顾天许洗澡被同伴嘲笑的情景。从今以后，他每日早起，围着京师跑了一圈，然后跑去教场，跟着一班士兵苦练。逐渐的，小小的顾天许终于变成了大大的顾天许。谭渊遮住婆娑的眼睛，却被婆娑打了下来。为何不让我瞧瞧啊？等我知道了他的丑事，我就可以威胁他了。谭渊难得的对婆娑有了反对意见。别看了，这些看了常真演的，真实原因他到底还是有些难以启齿。可这一切让他又如何与婆娑解释呢？谭渊越是遮掩，婆娑便更想看了。他定住了谭渊的身形。我就看看呢。顾天许特地跑去了澡堂，和童年的小伙伴洗澡，羞煞了一班小伙伴。但他的后背突然被拍了一下，他转身撞到了一个胸膛中。他抬头看了看那人，那人的腰似乎有他的3个，他的胳膊孔武有力，粗壮的犹如一棵4、5年的杏树。顾天许没有抬头看那人的脸，只是低了低头，瞬间泪流满面。
哭唧唧地跑出了澡堂。那是10岁的少年最尴尬的事情了。婆娑回过头，不解，为什么这是最尴尬的事情？我没明白。顾天许恨不得砸死自己的小心心，幸好他的心还是知道羞耻的，在他的关键位置贴了一朵大大的菊花。只是他还是好像打死小心心啊！谭渊现在却想要打死顾天许。不但国体出境，虽然是个小孩子，还大张旗鼓的比试。虽然他小时候也被师兄嘲笑过，可如今他就是不想让婆娑见到其他人的东西。一个小孩子好的不学，坏的学了一个遍。顾天许也十分的无奈，论武力值他绝对抵不过婆娑。那时候他虽然是个小孩子，但是现在他也长大成人了。被人看到这么难堪的过去，也十分丢脸的好罚。婆娑狐疑不已，盯着谭渊的脑袋，似乎要从谭渊的脑袋上瞧出一朵花。可惜谭渊什么都不愿意与他说，就连顾天许神色都有些尴尬。婆娑轻哼一声，既然谭渊不愿意讲给他听，那他便自己去找答案。谁知道他刚要动用术法的时候，却被谭渊将他的指头握住了。小心心和婆娑一小一大2颗脑袋好奇地望着谭渊，等待着谭渊的解释。谭渊干咳一声：“这件事我日后告诉你。我们当务之急是找到若水。顾天许在旁边扇风那个点火。对呀，这件事大师日后一定会告诉你的，你一定会知道的。别着急呀。”婆娑知道谭渊态度坚决，也不勉强，失望地垂下眸子：“好吧。那你以后一定要告诉我。”谭渊红着脸点了点头。婆娑戳了戳小心心：“你告诉我，顾天许最喜欢的人是谁？”小心心脸上出现了庞青青的脸。婆娑显然是不信的：“你别骗我，骗我是要挨打的。”小心心颤抖着小胳膊小腿，似乎要将他的小胳膊扭断了。婆娑满意的点点头，这种恶霸的感觉非常爽，是怎么回事？小心心的脸上再次出现了庞青青，顾天许的脸上出现了不可捉摸的神情。婆娑还是不相信，捉着小心心的一只胳膊摇了起来。顾天许却见不得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受苦：“大仙，您能慢点吗？我有点晕。”婆娑满意的看到小心心头顶的星星，才放开小心心的小胳膊。那个负心人骗人，你也要骗我吗？小心心眼角刮着晶莹的泪珠，那头摇的和拨浪鼓有的一拼了。婆娑再次问道：“顾天许最喜欢的女人是谁？你要老实说，你如果敢骗我，我就不让你回去了。”小心心颤抖着小身子，活脱脱一个受气的小媳妇。可他的脸上还是显现出庞青青的样子。顾天许无奈：“我心中只有青青一人，大仙为什么就是不相信我呢？”婆娑追问：“这话你干嘛不和青青讲清楚？”顾天许却不愿意回答：“大仙，这和若水的事情有干系吗？”“干系倒是没有，只是婆娑自己想知道而已。”顾天许不愿意说，婆娑也懒得追问。婆娑报复似的将小心心戳倒在地。除了青青，顾天许最爱的是那个叫做秦晴的女人吗？小心心似乎是不明白婆娑在讲什么，她点点头，又摇摇头，似乎不知道该如何回答。顾天许惊讶于婆娑知道的事之多，可转念一想，婆娑是神仙，若是想知道她的事情也不难，她也无甚好隐瞒的。以前我的确爱过秦晴，但是那段感情不知道什么时候变了。一个人只有一颗心，若是被装得满满的，自然是装不下其他人了。自从爱上青青，秦晴在我心中便已经消失了。我知道这样对秦晴来说不公平，但是我情不自禁。顾天许说的动情，谭渊听得认真。婆娑，这么羞耻的话你是怎么说出来的？可婆娑却忘了，他与谭渊有的时候更为羞耻。顾天许就像是嘴中被塞进去一颗巨大的香蕉一样难受，他剩余的话被婆娑打回了肚子里面。婆娑也懒得和顾天许绕圈子，其实秦晴就是若水，别说顾天许了，就连谭渊都不相信这样的说法。怎么会呢？顾天许，不可能，秦晴是敌国的奸细，有名有姓，我不相信。
婆娑问道：“你没觉得秦晴和庞青青的名字很像吗？秦晴、青青，何止是像？若是不认识的人，怕是会弄混。可这有什么干系？只不过是名字相像。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，重名重姓的人甚多。”婆娑暗道一句死鸭子嘴硬，但也知道这一点点的证据根本说明不了什么。那秦晴为何会是敌国的奸细呢？你记不记得曾经在护城河边向青青讲过你的志向？顾天许的记忆在一瞬间倾泻而出。我的确在护城河旁边给青青说过，可你是不是说过此生最大的愿望便是替大楚征战南北，开拓疆土？你还记得那个时候青青问过你什么吗？那个时候庞青青问他，如果爱上了敌军的将领又该如何？也是在那时，他向庞青青许下了一生的誓言。可惜那个誓言被他忘得一干二净。他说他不会爱上敌国的将领，哪怕是敌国的一个姑娘，他也不会动心。他的心中已经被一个庞青青占据得满满的了。殊不知他的话被若水听得一清二楚。他瞧着岸上俊俏的少年，沉寂了数万年的芳心跳动了片刻。他想要知道这个少年是否当真不会爱上敌国的女人。那么如果那个女人有着庞青青的一魂呢？他抽去了庞青青的爱魂，用他的爱魂捏造出一个全新的秦晴。他又设计了身份，他想要试探试探这个少年是否当真如他所说，不会爱上敌国的女人。听完婆娑的讲述，顾天许大写的懵逼：“不可能！你说秦晴是青青的爱魂，这怎么可能？而且你还说秦晴是弱水，一个人怎么可能有两个灵魂呢？”婆娑问道：“那你有没有觉得秦晴和青青有些相似呢？”顾天许陷入沉思。遇到秦晴之前的青青虽然刁蛮，但是行事作风张弛有度，从不曾给人难堪过。他喜欢的便是庞青青与众不同的性格。可是后来他被兄长警告，不许和庞青青有任何的来往。那时候他待她感情还不太深，想要抽身是极其简单的一件事情。后来遇到秦晴，他发现秦晴和庞青青有许多相似的地方，便多了解了许多。了解的越多，他便无可自拔，直至最后深爱上秦晴。秦晴虽然有着青青的爱魂，那份爱魂也是你曾经最喜欢青青的特点，所以你才会爱上秦晴，甚至为了秦晴做了那许多的错事。但秦晴有的只是青青的爱魂，它只是伪装出来的假象，只要时间一长，你必然会发现的。所以若水那段时间封印了自己的法力，那段时间我丝毫没有感受到若水的法力，便是因为他封印了自己，变成了真正的秦晴。顾天许当真要被婆娑弄晕了，迫切想要知道事情真相的他祈求道：“大仙，你说话能够一次说完吗？”婆娑尴尬的挠挠头，他这不是学的话本子，故作玄关吗？秦晴失去了法力，没有了能够抵抗爱魂的本事，渐渐的他和青青的爱魂融为一体，最后他喜欢上了你。但他清楚你喜欢的只是青青的爱魂，如果他一旦失去爱魂，你的爱也会失去。顾天许惊讶：“这些事情我不是不相信，只是太匪夷所思了，我需要时间来了解了解。”婆娑问转身离开的顾天许：“你难道不想知道为什么你最后还是喜欢上了青青吗？”“为什么？”婆娑斩钉截铁：“我也不知道。”顾天许转身便离开，他需要一个人好好的静一静，他需要想一想到底是发生了何事。婆娑一点都不知道顾天许为什么要离开，他也十分疑惑，难道顾天许不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何事吗？谭元安慰闷闷不乐的婆娑：“顾施主不是不想知道，只是接受不了。若不是他在婆娑身边久了，见多了千奇百怪的事情，若不然，他也接受不了这样的事情。只不过他还有一个疑问：你是如何知道这般多的事情的？”婆娑理所应当：“查的呀。若若和林姨娘两人欲盖弥彰地弄坏了我的法器，却不知道我已经怀疑到他们的身上了。原来呀，若若和林姨娘都是弱水的化身，只不过林姨娘是被上身了，
而若若则是弱水的一股支流。那为何不收服了他们？提起这档子事情，婆娑便生气。她原本追踪着林姨娘和若若，知道了他们合谋的事情，原本想要将若水制服，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若水竟然将庞青青困在神海之中。若水的结界，天上地下无人能及，就算是九天神魔、西天诸佛来了，也是无济于事的。一入结界便被困在里面，永生永世。但如果是被困的人自己醒悟过来，结界轻松而破。婆娑不愿意庞青青受伤，决定自己入神海结界，唤醒庞青青。这一选择可谓是九死一生，只要庞青青不清醒，就算是婆娑也会被困在里面。可婆娑就是相信庞青青，她相信庞青青一定能够战胜自己的心魔，从虚妄的环境回到真实的世界。庞青青将婆娑带回了真实的事情，但却没有窥破情关。婆娑苦恼，看来想要庞青青变回红云，只能是将庞青青的爱魂夺回来了。没有了爱魂，若水不再执迷，与顾天许也算是两全其美。可惜若水厉害之处便是千变万化，就算是婆娑，也只能在她的100个分身中找出50个。一个若水便能够为祸苍生，更何况50个若水，一旦倾泻，人间必成炼狱。婆娑怎么也想不到的是，她查到的一切竟然只是一个局。她原本以为自己是局外人，却被若水算计成了一颗棋子，一颗能够帮助她赢得一切的棋子。她知道的一切不过是若水设计好的，想要她知道的一切。婆娑戳了戳小欣欣，小欣欣一屁股栽倒在地，委屈的大眼睛水汪汪地看着婆娑，显然不明白婆娑为什么要欺负她。婆娑被蒙得不要不要的，将倒地的小欣欣再次戳倒。这样的动作循环往复了无数次，谭渊终于看不下去了，无奈道：“总欺负她做什么？”婆娑低头笑了笑：“她的主人让我不高兴，我就欺负他。”谭渊无奈地摇摇头，伸出手欲将小欣欣扶起来。“不要！”婆娑大喝一声，可是已然来不及了。小欣欣的小胳膊小腿逐渐变长变大，神奇的事情发生了，小欣欣在这一刻变成了一个身姿苗条的姑娘。婆娑无奈地拍着脑袋，呵斥道：“你给我变回去！”变成姑娘的小欣欣却不听婆娑的话，挑衅地抱住了谭渊的胳膊。这可将谭渊吓坏了，想要挣脱小欣欣的胳膊，却发现怎么都挣脱不了。谭渊眼神求助婆娑，婆娑却跑过去挽住了谭渊的另一条胳膊：“你快点放手，要不然我打你了！”小欣欣傲娇扯着谭渊的胳膊，指着婆娑控诉：“谭渊，你别喜欢他了，你也看到了他刚才那般欺负我，根本就不是一个好人。你瞧瞧我长得漂亮，脾气还好，你做什么我都会支持你的。”谭渊的表情一瞬间凝固：“施主，我们不熟。”小欣欣笑道：“怎么会不熟呢？我是因为你才变成人的，我身上有你的味道，我们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”婆娑生气了，后果很严重。她不知道从哪里又拿出了胡萝卜，重重地敲在了小欣欣的脑袋上。小欣欣吃痛去捂自己的脑袋。就在这时，瞅好时机的婆娑一把将谭渊扯到了自己的身后。小欣欣捂着脑袋，重重地哼了一声：“你太过分了，谭渊是我的！”这般明目张胆的抢男人，可将婆娑气坏了，赶忙宣告主权：“他是我的！”被抱住的谭渊嘴角上扬，他何曾有过这样的待遇？小欣欣气坏了，想要扑过来捍卫自己的爱情，却发现自己实在是太弱小了。只要婆娑的胡萝卜一指，他就动不了了。即使身体上占不了便宜，口头上也要占一些便宜的。你快些放开我！你如果不放开我就杀了你。等我杀了你，我和谭渊才好双宿双栖。谭渊闻听此言，无比的生气。他原本就是一个和尚，扫地莫伤蝼蚁命是他的信条。如今听到有人这般轻贱别人的性命，又如何不生气呢？莫要胡说了，人的性命又岂是你轻易能够取的？
口口声声要取别人性命，便是犯了业障。小欣欣委屈极了，眼中已然溢出了泪水，牙齿咬着嘴唇，鲜血瞬间充斥了口腔。谭渊被盯得有些发毛，心中也有些不忍。你莫要哭了。被谭渊安慰的小欣欣反而变本加厉地嚎叫起来。谭渊一个头两个大，他接触过的女人虽然不多，但见过的也不少。他从未见过如此无理取闹之人。他便乘着小欣欣伤心的时刻，偷偷地离开。婆娑看到了谭渊，也动作也没有说破，相反，他倒是十分乐意呢。小欣欣哭了大半天，还不见谭渊过来哄自己，偷偷地从指缝观察，谁知道眼前空空如也，什么都没有。这下可是彻底惹怒了小欣欣。天上乌云骤变，电闪雷鸣，不一会天上便下起了大雨，但却只有小院中下起了雨，外面依旧是晴空万里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原来婆娑从顾天许身上抽出来的不过是若水对于顾天许的一丝执念，在顾天许身边随时监视着，但若是被人抽离出来，执念也化为乌有。此时再有男人碰了他，他又会化作对那人的执念。婆娑原本只是想将小欣欣抽离出来，等到时间够了，他自然会回到若水。不曾想小欣欣沾染了谭渊的味道，变成了对谭渊的执念。庞青青坐窗望月，月亮皎洁，月光温柔，但却温柔不了他的心。婆娑说的没错，他不是不知道顾天许、顾天林两兄弟都喜欢他，他却胆怯，他害怕，他害怕被抛弃。从头到尾，他爱上的都是自己的自卑，却不是那个人。他虽然喜欢顾天许，但却嫁给了顾天林。他用最残忍的方式对待着三个人。他在顾天许的面前和顾天林故意亲昵，为的就是看见顾天许脸上的悲伤。他像个病态赌徒一般折磨着三个人。在这场爱情中，他虽然赢了两个男人的芳心，但是却从未快乐过。怎么，在想你当初是怎么陷害我的吗？若若突然出现在他的对面，语气冷淡，似乎被陷害的人不是他。庞青青对于若若的出现没有多大的反应，这可将若若惹恼了，抬手就是一巴掌。若水的速度快到肉眼难测，若是普通人，不死也要残了。庞青青却能够轻而易举地握住若若的手臂。若若冷笑一声：“你果然不简单。”庞青青笑了，对若若的指控一点都不在意。我从未说过我简单。若若冷哼道：“就算是你不简单，也别想在我身上讨得好处。我要你见当初的事情，向顾天许解释清楚。”庞青青语气冷淡，满是不屑，似乎变了一个模样，不再是当初唯唯诺诺、羞于见人的庞青青，满身的气度光彩照人。我若是不呢，那我便杀了你。庞青青不屑：“你杀不了我，你别忘了，黄泉之主在这里，只要我与他联手，你还跑得掉吗？”若若指责：“你好卑鄙！”对面的若若暴跳如雷，可庞青青却安之静之。你最不该的就是算计婆娑。若你不算计他，他尚且还能够相信你的说辞，可现在他不但不会相信你，反而会帮着我对付你呀。若若笑道：“我将他困在须臾幻境，不到一时三刻，他是出不来的。这点时间足够我杀你了。”庞青青不赞同。且不说须臾幻境能不能困住婆娑，就是一个顾天许你也对付不了。听到顾天许的名字，若若似乎更为气愤：“你好卑鄙！当初之事本就是你陷害我，如今还用顾天许来威胁我。你以为我当真就没他不可吗？你若是没他可以的话，就不会想要来杀我，也不会救了他一次又一次了。你害怕我伤害他，所以想要伤我。但我身边有一个婆娑，你下不了手，你便将自己的执念让婆娑发现，缠住了那和尚和婆娑，当真是可笑至极。你觉得世间的人都与你一样，没有爱情活不下去吗？”若若背对的无话可说。你既然知道这么多，就该知道我是非杀你不可得。我说过你杀不了我。若若气愤道：“你难道不害怕我将你陷害我的事情告诉顾天许吗？”庞青青扑哧一笑，
就连婆娑都不相信你，更别说顾天许了。我劝你，还是乖乖地跟着婆娑回黄泉吧，免得祸害人间。若若恨不得上去撕烂庞青青的脸，世界上怎么有你这么狠心的女人？算计着自己，也算计着爱你的人，我恨不得杀了你。庞青青不以为意，你可想好了，万一造了杀孽，莫说是黄泉了，就算是九重天也不会放过你。若若迟疑片刻，庞青青却先动手了，红光闪过，若若躲避不及，重重地摔倒在地。你好卑鄙，我打不过你，自然是先下手为强啊。心中所想，心中所念，便是须臾幻境。谭元心中所想，不是佛，便是婆娑。一会他到了佛陀面前，一会他又和婆娑情意缠绵。婆娑从后抱住谭渊，语气祈求：“谭渊，只此一生，你和我在一起好不好？忘了你的佛，娶我。”谭渊何曾被婆娑这样对待过？转身后紧紧地将人拥在怀中，即使他知道这不过是自己幻境幻梦，却无可奈何。须臾幻境皆是那人心中所想。谭渊脑海中的婆娑是何模样，他眼前的婆娑便是何模样。婆娑拉着谭渊的手，缓缓地走在前面。谭渊忍不住发问：“我们要去哪里？”婆娑保密地笑笑，就是不告诉谭渊，等一会你就知道了。谭渊无奈地笑笑，认命地跟上了婆娑的脚步。短短的时间，他们却走过了千山万水，看过了花开花落。婆娑终于带着他来到了一座小茅屋前面。小茅屋虽然小，但是并不破旧，篱笆围成的院墙，前院种着一些青菜，院子前面趴着一只肥猫，鄙视地瞧着他们。婆娑重重地哼了一声，那只肥猫不得不移着他那瞧不见腿的身子向两人跑过来。远远地望去，就像是一个毛团翻滚过来一般。肥猫跑到了两人身边，先是讨好地蹭了蹭婆娑的衣角，又跑到谭渊身边，用他独有的柔软的喵叫讨饶。喵，显然肥猫的示好对婆娑来说是没用的。他将肥猫的两只前爪抓住，提了起来。说实话，他在那一堆毛里面也是找了好久，才找到肥猫的前爪的。不抱不知道，一抱吓一跳。肥猫立起身子，几乎有半个婆娑了，它的肚皮几乎都要贴到婆娑身上了。婆娑嫌弃地将它丢给谭渊：“你养的猫怎么这么肥呀？”他的猫，他何时养过猫？不，他记起来了。他曾经想过，若是有一天能够和婆娑在一起，一定要养一只猫，但他没有想过要将猫喂得这么的胖啊！不，他似乎想过，如果有一天婆娑和猫共存的话，那么猫一定会婆娑养得非常胖的。谭渊偷偷地瞧了瞧婆娑的神色，果然是有些不自然。原来是贼喊捉贼。谭渊认命地抱着肥猫。肥猫被婆娑折磨得有些害怕了，紧抓着谭渊的衣领不放手，甚至想要钻到谭渊的衣服里面。谭渊有些后悔了，为什么他要抱着这只猫？婆娑尚且能找到他的爪子，他却连肚皮都摸不到。无可奈何的谭渊只能见肥猫公主抱着走。明明他没有来过这个地方，但是这座院子哪里有处凹凸，哪里长有小草，哪里是菜园一清二楚，这就是他梦想中和婆娑的家。他知道眼前的人不是真正的婆娑，也知道这一切都是幻境，但是他舍不得将这些东西打破。也罢，不胜人间一场醉，就让他在幻境中醉一场吧。婆娑明知谭渊抱着肥猫，还将一箩筐的菜递给了他。瞧着谭渊手忙脚乱的样子，婆娑脸上绽开了笑容：“帮我将这些菜摘了，要不然的话，晚上不给你们吃饭。”肥猫冲着婆娑的背影吐了吐舌头，猫眼中满是不屑。谭渊对着两个斗气的家伙也无话可说，反正他们斗他们的气，他做他的事情。他就是传说中的和事佬，谁也不得罪，谁也不欺负。可惜他不欺负别人，别人却怎么想着欺负他。谭渊将背篓放到地上，怀中的猫突然一跃而出，跳进了背篓中，瞬间他便被绿色的菜淹没了。谭渊脑中咯噔一声，赶忙去捉肥猫。
万一这些菜被弄坏了，倒霉的就是他了。等他捉出肥猫的时候，满满一背篓的菜变成了半背篓，剩下的半背篓里面菜与猫毛齐飞。谭渊心中大呼一声：糟糕！听见了声响的婆娑看见这样的场景后，被气得不轻，就连口齿都有些不清楚了。你们两个给我面壁思过！谭渊头顶上顶着背篓，面壁思过。肥猫像人一样，两只后爪站立，前面的两只爪子被麻绳绑住，任它怎样咬也咬不开。谭渊知道，肥猫最讨厌的就是像人一样站立了，不但辛苦，还有时猫面。上一次被婆娑罚站后，被其他的猫瞧见了，可将肥猫给臊坏了，连着10天乖乖的不出门，不捣乱。也肥猫是那种长记性的猫嘛，10天之后它又成了原样子，周而复始。婆娑也懒得教育肥猫了，经常武力值直接压制，每次肥猫都乖乖的听话，但也和婆娑的关系一落千丈。谭渊也想着要帮一人一猫调和，但是两个都是倔强的脾气，谁也不肯认输。谭渊家在中间也是受了一些委屈的，但2人一猫热热闹闹的生活倒也是挺好的。果不其然，肥猫面壁思过的事情被附近的猫知道了，还传到了肥猫心上猫的耳朵中。谭渊见到肥猫的心上猫气呼呼地冲进来，冲着肥猫就是一阵狂开炮。我原本以为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猫，谁想到你居然被一个女人欺负得死死的，你不再是我心中的英雄了，我要和你分手。谭渊挑眉，原本他不应该听懂猫叫的，可是意外的，他竟然听懂了。肥猫哭唧唧，想要拦住无情离开的心上猫，却发现自己的2只爪子被绑着。砰！肥猫摔倒，大地都为之震动。谭渊挥了挥手眼前的尘土，他都替肥猫疼啊。肥猫的心上猫看到肥猫这个样子，怒气冲冲地走了。真的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，徒留肥猫一个人哭唧唧。因为这次的事件，肥猫是彻底和婆娑决裂了，晚上松了绑，顶着自己的猫碗便离家出走了。可是出走了，谭渊担心不已，想要出去寻找，婆娑却不让他去，说是给肥猫一些教训。果然3天后，原本黄白猫变成了灰猫，耷拉着2个耳朵，顶着自己的猫碗又回来了，讨好的想要蹭蹭婆娑的衣角，却被婆娑躲了过去。肥猫眼中的形成晶莹的泪水掉落在地上，真是闻着流泪，见着伤心。肥猫哭唧唧的半天，婆娑也没有任何表态，肥猫只能耷拉着脑袋往门外走。临走的时候，还将猫碗放在了婆娑面前。谭渊心生不忍，婆娑，你就放过肥猫吧。婆娑这时候才显示出一家之主的风范，念绝后一挥手，肥猫变成了原来的模样。婆娑威胁道：日后你再给我离家出走，我就饿你3天。肥猫的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，忏悔得十分到位。不会了，以后都不会了。婆娑再次将肥猫扔给谭渊，灶台上有吃的，你给它热一下。我累了，我去休息了。婆娑走后，不出谭渊意料，肥猫果然变了一副模样，哭唧唧的肥猫变得神气得很，在谭渊面前走来走去。看吧，哥们，女人就是心软，果然被我算计了吧？哥们，怎么样？以后我罩着你，你跟着我，保管吃香的喝辣的，不怎么样？你这样骗婆娑，不害怕婆娑知道吗？肥猫得意地笑了笑，哥们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女人这种生物，心软起来一塌糊涂的，只要我掉2滴眼泪，绝对的就听我的话了，是吗？当然是了，这可是我的经验之谈。我告诉你，尤其是像你女人这种凶悍至极的人，尤其要上软的，不是软的不管用。咦，哥们，刚才是你问我吗？俺咋听着声音不对呀？谭渊指了指肥猫身后，肥猫眼珠子滴溜溜地转，暗叫一声不好，赶忙开溜，却被婆娑死死地扯住，想跑。肥猫转过脸，猫脸瞬间哭唧唧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婆娑笑容友好的将肥猫扔到地上，我是来带谭渊走的，
你们还不消失吗？”肥猫听到这话，似乎像喝醉酒一样，在地上颠三倒四。怎么回事？怎么这么晕啊？不一会，地也剧烈地震动了起来，地面裂开了一个打缝，所有的东西都掉了下去，就连肥猫都化作一股烟消失不见了。庞青青虽然先发制人，打伤了若水，但他实在是小瞧若水的实力了，就凭着他转世的一掌，又岂能将若水重伤？若水瞪着庞青青：“你好卑鄙，妄称为神！”庞青青也不在意：“我只是想擒住你交给婆娑，而你是想杀了我，到底是谁卑鄙？显而易见。”若水被庞青青对得哑口无言：“我先杀了你！”两人打得天昏地暗，日月无光，此处打斗省略几千字。若水有个最大的坏处，便是打起架来什么都顾不得了。庞青青被若水一掌拍出了房间。好死不死，顾天许正好来找庞青青。顾天许看到庞青青受伤，也察觉到身后有股强劲冲来，他竟然挺身挡在了庞青青身前。若水瞧见是顾天许，收回了法力。可是顾天许是一介凡人，哪怕是收回了法力，顾天许也活不了了。庞青青怎么都不愿意相信，最后竟然是顾天许救了自己。顾大哥，青，我喜欢你。顾天许终于向庞青青表明了心意，含笑而去。不，你不要死好不好？你不要死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是我不好，是我骗了你。婆娑赶到的时候，顾天许已经气绝，就连生魂也烟消云散了。庞青青抱着顾天许的尸体喃喃自语：“顾天许，你活过来呀！你醒一醒啊！我求求你，求求你呀！你活过来好不好？”若水在旁边也瘫在了一起，也是面无血色，显然是不可置信。“顾天许，你醒一醒啊！我求求你，是我不好，我求你醒一醒。以前是我不好，是我不对，是你，都是你。如果不是你，他就不会出事了。我杀了你。”若水原本与庞青青动手已然耗费了一些真气，现在出手正合婆娑之意。若水知道婆娑会动手，可他已然顾忌不了那么多了。“你不要插手这件事，只要让我杀了他，我就跟你回去。”婆娑劝道：“你我在一起数万年，彼此相互了解。你若是犯了杀戒，便永世不得回去了。杀孽又如何？今日就算是魂飞魄散，我也要杀了他。”婆娑皱眉，虽然他知道这句话不应该说，但还是没有忍住。“你根本不会魂飞魄散的，就算是圣人也伤不了你。若水是人界、魔界、神界，3000水源都来自若水，只要天下水源无事，若水自然无事。”婆娑意识到这样的时刻不应该说这样的话，便强调道：“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，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放你过去的。”若水发狠，对着婆娑也毫不手下留情。以前只是躲着婆娑，现在却是人挡砍人，佛挡杀佛。若水招招狠毒，婆娑却招招留情，甚至好几次都差点被伤着。婆娑也不恼，在他看来，若水已经失去了理智，若是他随着若水的动作而动，恐怕会伤了若水，但总要想个法子制住若水。世间上除了若水心甘情愿，没有人能够将他重新送回黄泉。婆娑要做的是动口之事，并非动手。这边若水与婆娑大战300回合，那边庞青青哭得死去活来。谭渊只是默念往生咒，帮助顾天许早登极乐。没用的，他的魂魄聚散，已经没有人能够救他了。谭渊双手合十，安慰道：“庞施主，人死如灯灭，施主不必太过悲伤。”庞青青喃喃自语：“人死如灯灭，人死如灯灭，好一个人死如灯灭。”他又问道：“那是因为你没有经历过这种痛苦。如果婆娑死了，你是不是也会说人死如灯灭？”这个问题当真将谭渊问住了。以婆娑彪悍的武力值，他从未想过有一天婆娑也会出事，有一天也会消失。可是如果有那么一天的话，我会笑着送他离开，
但他会永远的在我心里面。”庞青青嗤笑一声，显然是不相信这样的说辞的。那是因为婆娑没有离开过你，也因为婆娑没有负过你，甚至她连什么是喜欢都不知道。若是有一天她喜欢上其他的男人，你是会祝福她，还是将她抢回来？庞青青的问题刁钻刻薄，是谭渊前所未有。与情事上，他也是情窦初开，每天想的无非是与婆娑多待一点时间，做了一些开心的事，他便心满意足了。他从未想过有一天会面对这些问题。谭渊想要认真的想想，可庞青青是不打算给他这个时间的，而是将问题一个个的抛出去。你有没有想过要娶婆娑？你有没有那么一瞬间想要将她占为己有？你有没有怨恨过她不曾回应你的情意？你有没有恨过她？若是其他的，谭渊自然不敢保证，却可以保证自己从未恨过婆娑。我只婆娑懵懂，我会等到她愿意与我在一起的那一天。庞青青不信，她是皇权之主，你只不过是人间的一个小和尚，你有什么本事能让她喜欢？你凭什么觉得你可以占有她？在她身边多年，你苦苦等待，得到的最后有可能是她修成正果，而你不过是人世浮沉中的一粒沙。与婆娑待的时间久了，她也习惯了挑人语言中的毛病，有的时候当真是忍不住啊。婆娑已经是神仙了，谭渊已经懒得和庞青青说话了，但庞青青却是不打算放过他的。你难道从来没有自卑过？你难道不害怕他喜欢上其他的人？你难道觉得自己配得上他吗？谭渊仿佛站在悬崖峭壁上，庞青青一步步的逼近，逼得他步步后退。若是再退一步，便是万丈悬崖了。我爱他，也曾想过自己配不上他。爱就是爱，配不上还是爱。庞施主、顾施主爱的一直都是你，只是你自己不愿意承认罢了。你不敢承认顾施主喜欢的是你，正如婆娑所说，你爱的只是自己的自卑，你从未爱过顾施主。谭渊的话成功的将庞青青惹怒。你胡说，我爱他，我最爱的就是他。可此刻他的语言却显得那么的苍白无力。谭渊怜惜他，却也知道这个时候应该乘胜追击，一旦被庞青青占据主导位置，那么他可就惨了。爱一个人是付出，是不求回报，是唯愿他好。可是庞施主，你却折磨着自己，折磨着别人。你用最残忍的手段，用爱的名义伤害着别人，何曾对别人好过？顾施主喜欢你，从头到尾喜欢的一直是你。你也明白顾施主喜欢的是你，可是你却用他对你的喜欢设下了一个个的陷阱，让他对你愧疚，让他心中永远挂念着你。顾施主喜欢你，愿意为你付出了性命，是因为他爱你，他用生命证明了自己的爱。难道你还要怀疑他对你的感情吗？庞青青望向怀中已然没有任何生机的顾天许，你爱我，你爱我，你爱的是我，原来你爱上我了。他突然想明白了许多的事情。当初他喜欢上顾天许，顾天许却被有了他爱魂的秦晴所迷，他大怒之下做了许多的错事。当他知道顾天许喜欢上秦晴之后，他开始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砸碗摔盆常有的事情。后来他明白了这种方法根本捍卫不住他的爱情，他一直跟在两人身边，不只是防止两人私下接触，还想要陷害秦晴。那日确实有奸细，也确实伤了他，但却让他想起了前世的记忆。他是红云，天上第一朵红云。他的法力虽然没有恢复，但凭着他多年的修炼经验，还是让他恢复了身体。就是那时，他想到了一个主意，他引开了秦晴，将所有的一切推卸到秦晴身上。他以为秦晴不会回来了，可世界上的傻女人又岂是他一个呢？那次是他们第一次对峙，他用言语激了秦晴，秦晴术法尽失，他又将秦晴关在水牢中。弱水虽是3000水源，但那是活水，若是死水中，弱水自然逃不掉。可出乎他意料的，顾天许竟然来救秦晴。他以退为进，他放了他们，但却时刻监视着他们。秦晴虽然百般解释，却更让顾天许讨厌。
顾天许终于回来了，心也重新到了他的身边。可他不甘心，为何说丢弃之时便丢弃，说放弃便放弃？那么他便让顾天许尝尝被心爱之人抛弃的滋味。他知道庞启之死，也知道顾天林所做的一切，他不过是顺手推舟，让事情发展得更顺利一些。每每对着顾天林言笑晏晏，他心如刀绞。可看着顾天许更比他更加的心疼，他便开心，即使是鲜血淋漓的痛，他也甘心。骗人最好的方法，便是骗了自己。他篡改了自己的记忆，就连他自己都相信了自己是最无辜的那个人。可是若水的一番话将他的记忆揭开，将他所有的阴谋都公之于众，一切都是他的过错，是他的自私自利害了所有的人。顾天许爱着的一直都是他，即使是秦晴的出现，也是因为他自己的爱魂，是他一直不肯相信顾天许是爱他的。如果一切都是他的错，那便让他来补偿吧。如果放弃一切能让顾天许回来，那么他便放弃一切。爱一个人从来不是占有，也不是相互折磨，更不是将他握在手掌心，而是唯愿他好。天上乌云散开，天际出现了一朵红云，红云缓缓地落在了庞青青身边。庞青青盘腿而坐，将顾天许放在了他的面前，红光骤现，百年难得一见的场景，就连婆娑也只见过一次。那是父神劈开天地，他见到的第一束光。天道循环，因果自有定数。当初婆娑逆天改命救了谭渊，也搭上了自己一身的道行。如今红云相救顾天许，只怕是要付出的更多了。数万年的道行帮助顾天许重塑了魂魄。顾天许睁开眼，见到的第一个人是庞青青，也是红云。你醒了。顾天许睁开眼的第一件事，竟然是询问庞青青是否无碍。青青，你没事吧？若水气愤难当，他为了顾天许受尽百般折磨，可是如今顾天许对他不闻不问也就算了，睁开眼的第一句话竟然是询问庞青青。在他心中，庞青青不过是一个阴险狠毒的女人，而他做了那么多，只是想要顾天许的爱，极度吞噬了他，仇恨让他疯狂。他已然和当初的庞青青没有两样。以前是我对你不起，如今我终于明白了，顾天许，我看破情劫救你一命，还你一世深情。红云已是强弩之末，可若水还不甘心。只要看到顾天许脸上的心疼，他便不甘心。谁也没有想到，若水竟然会对快要消逝的红云动手。红瞬间化作一道烟云消散。顾天许胸口一甜，竟然吐出一口鲜血。婆娑与若水在一起数万年，从未有过今日这般生气的时候。若水，你……红云烟消云散是既定的事实，可若水出手，却是造了杀孽。突然间，神奇的事情发生了，已经烟消云散的红云慢慢地堆积起来，形成了人形，直冲33重天。婆娑惊喜，红云救人勘破情关，终于得到飞上33重天了。顾天许急忙中想要捉住红云，却扑来一空。谭渊劝道：顾施主，四大皆空。如果说当初若水是天上的神仙，那么现在他变成了妖魔。恨意、嫉妒，人类所有的感情已经占据了他的心。他不再是那个纯净无瑕的若水，而是欲望的化身。婆娑急了，若是这样下去，若水定然成魔。若水，不要，你会成魔的。魔又如何？庞青青这样假仁假义的人都能够飞上33重天，可见33重天的圣人都是沽名钓誉之辈。圣人、神仙却也不如妖魔。婆娑摇头，两人到底是相伴了数万年，他又如何忍心让若水入魔？红云修行数万年，攒了无数的功德，不过是没有勘破情关。而今他窥破情关，得以飞上33重天，就是因为他懂得放下，他懂得放下执念。为什么你不行呢？若水，不要再造杀孽了。若水又怎么会听婆娑的话呢？他问顾天许：你可曾爱过我？
顾天许已经伤害了一个女人，自然不愿意伤害另一个女人。他摇了摇头，等婆娑想要阻止的时候，顾天许已经说了：“我不爱你。正如婆娑姑娘说的，我就算曾经爱过秦晴，那也是因为青青的爱魂。若水如何能想得到她倾心对待的人竟然会这样对她？你不爱我，你说你不爱我。”婆娑害怕若水伤害顾天许，赶忙上前打圆场。现在不爱，也不代表以后不爱啊！我保证以后他会爱上你的。若水不屑道：“你如何保证？你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爱情。”顾天许以为决绝是对若水最好的方法，定然能让若水忘记自己。我不爱你，即使没有了青青，我也不会爱上你。婆娑当真想要一脚踹过去，踹死顾天许。这人是来捣乱的吧？若水冷声道：“我再问你一遍，你会不会爱我？”不会。突然，若水撕破了他的衣衫，变成了一道水柱，直冲向三人。婆娑眼明手快地扯开了二人。你不要多管闲事。婆娑系起光圈，挡住若水的水柱。若水，我是为了你好。若水声音柔和下来，又哄道：“你快些让开！只要让我杀了这个负心人，我便随你去黄泉，不然我就淹了整个大楚。”婆娑坚定不移，不能让。水柱又重新冲向了光圈，可两人旗鼓相当，若水又怎能冲开婆娑等的光圈呢？既然不能杀了负心人，他便要天下人替负心人陪葬。好，这是你选择的。婆娑暗叫不好。果然不到13刻的功夫，若水便冲没了不好的民居，求救声、哀嚎声到处皆是。婆娑护着两人到了制高点，设下结界，看着两人，便下去救人了。他原本前几日及第，今日娶妻，金榜题名，洞房花烛，原本是人生两大乐事，谁知道洪水来袭，冲散了宾客，冲没了房屋。他护着自己从未谋面的妻子，想要逃出去的时候，却发现自己的妻子竟然是个200斤的大胖子。怪不得恩师会将自己唯一的女儿嫁给他这个百无一用的穷书生呢。生死之间，他也想过逃跑，可弃妻而逃又岂是读书人做的事情？他和妻子2个人拆了床板，漂浮在水中，可是他们2个的体重又岂是一个床板能够支撑的？他没有想到自己竟然会死在这里，不过也无妨，能救得一条性命，也算是赚了。他原本想要投身下去，却被自己的新婚妻子扯住。相公，其实见你第一面的时候，我就爱上了你，可我自知配不上你，所以求父亲设下这个婚约，让你反悔不得。你见到我的样子，不但不怪我，还救了我，我实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了。相公，如果要牺牲的话，让我来吧。新娘子话音刚落，便投身下去。她急忙之中竟然跳了下去，两人瞬间被湍急的水流淹没。她原本以为自己一定是死了，关键时候他们2个竟然被一匹红绫救了上来。救他们夫妻的原本是个大美人，柔声细语地安慰着他们。他是个男人，见过的女人虽然多，但没有见过这么美丽的女人。原本他的目光应该紧紧地缠绕着眼前的女人，可是他关心的居然是他的胖娘子，就连他自己都觉得惊奇。他的胖娘子虽然有些重了，但是心底很好，为了他甘愿舍弃性命，他还有什么不能够满足的呢？若水冲坏了房屋，好在婆娑设下结界救了许多的人，可若水不是凡间之物，凡人一旦落入水中，3魂7魄立即消散1魂。鬼差若是落入其中，灰飞烟灭，婆娑便将鬼差遣散了。为今之计，便是让彼岸花开在人间了。如是想，便如此做。婆娑真要踩着七彩祥云站在京城上方，却瞧见了一只奔波忙碌的母龙。那条母龙救了一个又一个的人，自己已经累得精疲力尽了，却还在想着救人。眼看着他气力不支，果然不过是一瞬间的事情，他和他背上的人便掉落下去。就算是这关键的时候，他将背上滑落的人尽可能地握在掌中，只是他到底是能力低微，能救的人少之又少。
那母龙头顶3花，已然是功德圆满了。婆娑又怎么能看着这样一条善良的母龙掉下云端呢？敖心原以为自己会是第一条摔死的龙，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自己竟然被救了，还化身为人。他迷糊着双眼，似乎看见了一个红衣的姑娘。那姑娘柔声安慰他：“你且休息休息，接下来的交给我吧。”婆娑怀中掏出一株血红的彼岸花，她轻轻地一吹，彼岸花的花瓣如蒲公英一般随风而去。这个时候，神奇的事情发生了，飘去的彼岸花瓣一片变成了2片，接着继续变，等到了地面，已然是一场红雨了。楚王站在京城的最高处，注视着他的天下。谁知道天上突然下起了红雨，他一声护驾，身边的侍卫便在他的身前形成了一道人墙，将他牢牢地护在里面。那红雨落在人身上，却没有伤人。细看之下，才发现原来那红雨竟然是花瓣。楚王接了一把花瓣，惊奇道：“这花竟然从未见过。”这时候，神奇的事情发生了。那一片片的花瓣落在水中，竟似花根一般扎在水中，盛放开来。无数的花朵栖成了花路，将百姓抬了起来。无数的人踩在花朵上，跑到了高处。奇怪的是，不同的人摘了花朵之后，原本血红的花变成了蓝色、白色、黄色，应有尽有。楚王惊叹道：“世上竟然还有这样花！”顾天林已经身后的群臣连忙赞叹。这都是因为圣上洪福齐天，天降异象，天佑天子啊！群臣跪了一地，楚王却不买账。他知道这样的盛况绝对不是因为他的原因。国师可认识这是什么花？楚国国师本是修行了100年的道士，却因为舍不得人间的荣华富贵，做了楚国的国师。好在他这人也是见多识广的，微臣虽未亲眼见过此花，但也记得书籍上记载此花唤作黄泉花，世人称之为彼岸花，佛家叫它曼珠沙花。楚王下面的官员怒骂道：“黄泉花，那不是黄泉路上才有的花吗？传说见到黄泉花的人都是将死之人。国师你好大胆，竟然敢咒圣上出世！国师不屑与这种溜须拍马之人为伍。他虽然没有看破人世间的财富权力，但至少是凭着自己的真本事得到的，不似一些小人靠着溜须上位。大人也见到彼岸花了，是否死了不成？”愚笨至极，那人的脸色涨成了猪肝色，却不敢再说，因为他瞧见楚王眼中的兴趣。他原本就是靠着察言观色上位，自然明白此刻楚王兴致极大，遂住了口。朕也曾听闻彼岸花的传说，只是不知为何今日彼岸花会出现在这里，帮朕救了百姓。国师闻言微微一笑，又到了他发挥所长的时刻了，心中自然是高兴非凡。黄泉彼岸花，当年女娲娘娘将它植根弱水之中，如今数万年过去了，传说彼岸花早已幻化成一个美貌的少女，镇守着黄泉，居一方神座，就连冥界的冥王与她也不敢大动干戈。贫道刚才瞧了瞧，只要人掉下去，皆失了魂魄，想来因是若水下界，彼岸花是来捉拿弱水。楚王嘴角上扬，没想到黄泉之主竟然是个美貌少女。国师心中不屑，面上却是诚惶诚恐，诚然他每每觉得溜须拍马，其实自己也是百般讨好之徒，实在双标。确实如此，想来黄泉之主应该还在京城上空。圣上，微臣想借圣上龙气一用，到云巅拜见这位上神。大胆，竟敢出此狂言！楚王喝退身边的侍从，将自己的9龙玉佩递给国师。国师可将这块玉佩交给这位美貌少女，言说朕想要纳她为妃，便以9龙玉佩为聘。国师左右为难，这不带上玉佩得罪楚王，带上玉佩得罪上神。他不过就是想见见天上的那位神仙，可不想替楚王做媒呀。他将楚王在心里面咒骂了数千次，最后只能顺从地拿上玉佩，反正到了天上给不给就是他的事情了。国师原本修为有限，最高能登上几千丈，
此刻竟然借着楚王的龙气扶摇直上。可到了半空中，他就像掉了线了风筝一样落了下去。此刻他才知道楚王必定被讨伐，就连身上的龙气也不足以支撑他飞上云霄。在他掉落的时候，竟然有时间想，若是能够活着，定然离开楚王，寻找真正的明主。他闭上眼，快速地坠落，嘴中将所有能想到咒骂楚王的话骂了一个遍。可似乎降落的时间有些长啊。他睁开眼的时候，看到了一袭红色的裙摆，只听一声娇喝，不许抬起头。他吓得赶紧低下了头。这时他才发现自己居然踩在云彩上，当即高兴的就要蹦了起来，不许站起来。闻言他乖乖的跪下，小道云道人，拜见上神，拜见上神。他将自己的来历、爱好、所学法术都报了一个遍，若不是婆娑阻拦，他恐怕要将自己的祖宗18代的来历、爱好、所学知识都要讲一遍了。你的来历我已然清楚，你既然知道楚王龙气渐失，就该寻找真正的明主，匡扶天下，如此得一世善果，与你修行大为有益。国师感激涕零，多谢上神指点，多谢上神指点。婆娑发现这位楚国的国师似乎很喜欢将一句话说2遍，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婆娑笑道：“那你便将九龙玉佩给我。”国师对婆娑自然言听计从，将九龙玉佩呈给了婆娑。得到九龙玉佩的婆娑，将国师送到了下界。楚王等到了国师，自然是一番询问，国师便将婆娑教的一番说辞讲与楚王。果然楚王不再追究。3天后，楚国国师带着自己全部的家当，踏上了新的征程。当然，这是3天后的事情了。婆娑替龙女渡了一些真气，龙女才悠悠转醒。龙族天生对力量崇敬，在婆娑面前，龙女自然乖巧如绵羊。小女多谢上神救命之恩，你是西海的闺女。龙女连连称道，还将婆娑的眼力好好的称赞了一番。但事实2人都知道，头上长着这么丑的龙角，只能是西海的人了。这都是父王传给他的。他心中可是将老龙王好好的埋怨了一番。小龙原本掌管着京师的雨季，今日原本奉了父皇法旨，要在京师降落3尺雨，突见河水泛滥，便自作主张免了降雨，下去救人。想来小龙已然是触犯了天条。婆娑暗道：好一个聪明的龙女，如今这般，是要自己做他的证人，证明他是为了救人，并非不遵法旨。虽然被利用了，但婆娑也知道龙女是个好的，所以被利用也是无妨的。若是龙王或是9重天怪罪下来，你尽管让他们来找我，我替你作证，保管不会让他们伤了你。如此多谢上神了。婆娑也懒得与他寒暄，将龙送到了西海之畔，招呼了虾兵蟹将便离开了。如今若水中扎根了彼岸花，可若是彼岸花一直这般生长下去，那京师便要倒霉了。婆娑从结界中放出了谭渊与顾天许，嘱托顾天许一定带领将士修建沟渠，将水流引到护城河，而且还要将彼岸花栽种在护城河中，永生永世镇压着弱水。顾天许刚刚失去庞青青，如今也只有不断的做事，才能够让他从失去庞青青的悲伤中走出来。婆娑也算是给了他一个放手的机会。至于造化如何，就要看顾天许是否能够真正的看破情关了。只是镇压的只是一小部分的支流，弱水到底还是逃脱了。如今弱水造了杀孽，他定然是要早些找到他的。若不然，等到弱水真正的变成丧心病狂之辈，想要对付就真的麻烦了。谭渊和婆娑便再次踏上了寻找弱水的道路。凌夏原本答应了真正的赵弯弯在原地等他，可是突然间，他们所在的一处小山村被洪水淹没。幸好他身边有一张桌子，他便是趴在桌子上才逃过一劫。可是他的脊背却被砸伤了。山村很小，统共不过10几户人家，冲的冲，散的散，能活下来的少之又少。
凌夏重伤昏迷，不知道飘了多长时间。等到他睁开眼的时候，全是水，看不到任何的一处着暗之处。突然，他瞧见了远处木棍上似乎有一个妇人。他顾不得自己身上的疼痛，赶忙将自己的桌子划了过去。他忍受着剧烈的疼痛，将人扶上了自己的栖息之地。幸好他知道人工呼吸，救了那妇人。可惜他自己已经晕了过去。原本他和赵弯弯四处流浪，到处为家，很是逍遥快活。谁知道哪天赵婉婉去镇上买必须的日用品，竟然发生了洪水。只是不知道赵弯弯如今怎样了。他在梦中终于见到了赵弯弯，那人还是那副模样，不断地数落着他。可是他知道那是因为担心，在这个封建的吃人的社会，若不是赵弯弯，他真的是活不下去的。他也为了赵弯弯改变了许多，两人生活倒是十分和谐。姑娘，姑娘，醒醒，醒醒！他终于还是睁开了眼，眼前的妇人正是他救的那一个。他睁开眼，安慰地笑了笑：“你没事就好了。”他们在一起漂了3天，最后两人实在是饿得受不了了。凌夏自嘲地笑笑：“原本以为救了你，却没想到还是救不了你，对不起。”那妇人眼中闪过一道光芒：“或许姑娘可以再救救我，反正你救了我一次，又何妨再救一次呢？怎么救？”婆娑收了大大小小不少的支流，可因为时间延迟，还是死了不少的人，冲坏了不少的房屋、良田。谭渊知道婆娑心中不好受，尽可能的让自己不去触及婆娑的伤心之处，婆娑却将一切都拦在了自己身上，言道：“当初若不是自己没有阻拦住弱水，也不会是如今的模样。”自责让婆娑苦痛不已，每见到一具尸体，婆娑便自罚。最后还是谭渊劝他将法力用来救更多的人。他像是发了疯一样的救人，救了1个、2个、3个、100个、200个、1000个、2000个。在他心中，救再多的人也弥补不了他的罪孽，他的痛苦、脆弱，谭渊都看在眼中。可他能做的就是跟在他身边，帮助他救更多的人。谭渊的经书诵了一次又一次，婆娑没日没夜的救人，只是心中的罪孽却是如何都抵偿不了的。他们又经过了一处小山村，里面被鬼差带走了18人。谭渊将婆娑抱在怀中，心疼不已。这些事非是你的过错，你不要将所有的一切都拦在自己身上，这样我如何舍得？婆娑终于靠在谭渊怀中，嚎啕大哭起来，连日来压抑的情感在此刻迸发。谭渊大方地贡献出自己的钱金，抚摸着婆娑的头发，让婆娑一次性哭个开心。婆娑哭着哭着哭累了，靠在谭渊怀中，目光无神：“我是不是做错了？当初若是让弱水杀了顾天旭，今日就不会有这么多的人遇害了。你没有错，当时的选择，难道要让你看着一个活生生的人死在你面前吗？那样便不是我倾心的婆娑了。如果不是我当初的选择，现在就不会有这么多的人出事了。与其自责，不如补偿。我们能救多少便救多少，我永远会陪着你。”婆娑抬头望着谭渊：“谭渊，谢谢你一直陪着我。”谭渊脸上挂着柔和的笑：“我爱你，愿意为了你做任何的事情。佛说度有缘人，我也希望能帮助更多的人。婆娑，是我谢谢你，如果不是你，我如何知道人间百味？如何知道爱一个人的感觉呢？”婆娑笑了笑，并未回应谭渊的话。如今在他脑中，风花雪月不如救更多的人实在一点。转眼间，破庙似乎来了一个人，不，准确的来说是一丝执念。凌夏。婆娑惊奇不已，来人竟然是当初一面之缘的凌夏。执念不过是人死灯灭之前惦记的那一点事情。凌夏显然已经不记得他们了，他只知道要找到一个叫做赵婉婉的女人，告诉她，他以后不能陪着她了，要让她一个人好好的活着。凌夏捉住婆娑的手，将自己想要说的话都说了一遍，又捉住谭渊，将自己想说的话又说了一遍。凌夏的执念已然是强弩之末了，
向谭渊嘱咐完最后一句话，便烟消云散了。就连婆娑都捉不住凌夏的执念。婆娑惊讶不已，凌夏竟然是另一个时空的人，撕破时空的裂缝，就算是圣人都不一定能办得到。凌夏竟然能够穿越时空到达另一个地方，实在让婆娑惊奇不已。谭渊念着往生咒，想要替凌夏超生，却没有想到经文被时空的隔层打了回来。婆娑道：“想来凌夏在另一个世界应该无事，要不然不会连往生咒都穿越不了时空的。他应该是回到他该去的地方了。凌夏若是回了自己的时空，倒也罢了。可是走之前应该见见赵弯弯啊！赵弯弯对凌夏有着那么深的执念，若是不说清楚，那么赵婉婉若是发起疯来，怕不是他们能够控制的。只有一个女人疯狂，他就已然对付不了了。若是再来一个，那他不是真的要疯了吗？”谭渊劝道：“赵施主应该不是那般不讲道理的人。”婆娑绝望，女人若是真的不想讲道理，不是一般人能够控制得住的呀。谭渊想到了庞青青做的事，又想到了若水做的事，一时间竟然哑口无言。女人似乎、也许、可能、大概是比较疯狂一些的，可谁能想得到躲什么来什么？两人安抚完凌夏的事情，继续上路的时候，却碰上了赵弯弯。赵弯弯的记性很好，几乎是过目不忘。但当初一个和尚、一个美貌女子的组合，是个人都不会忘记，更何况以记忆力著称的赵弯弯。赵弯弯见到了两人，顾不得叙旧，赶忙上前询问：“大师，姑娘，你们有没有见过凌夏？就是那个长得很漂亮，但是没有脑子、傻乎乎的姑娘。当初你们见过的，他还夸过姑娘长得好看。”赵弯弯口中满满的都是对凌夏的依恋。若是他真的将这件事情告诉赵弯弯，赵弯弯不定疯魔成何种模样呢？更何况他也不忍心将这件事情告诉赵婉婉。他为难地瞅了瞅谭渊，谁知道谭渊却会错他的意思了。凌施主已经故去了，婆娑不忍直视地别过眼。果然赵弯弯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一般，撕着谭渊的衣襟，将谭渊提了起来。你说什么？谁知道谭渊好死不死，居然还再说了一遍。凌施主已经故去了。婆娑解释道：“刚才我和谭渊见到凌夏的执念，他让我告诉你，希望你能好好活着。你开心了，他便开心。”狐狸精赵弯弯天真烂漫，但这真正的赵弯弯心思深沉，有仇必报。唯一一个凌夏能让他安静下来，可那个能让他安静的人已经去了。赵弯弯脸色平静的可怕，似乎死去的不是他视若珍宝的凌夏，而是一个不相干的人。暴风雨前的平静该是多么的可怕！你有什么证据让我相信你？若是平常人，婆娑自然可以让鬼差招来凌夏的魂魄，但凌夏却是去了另一个时空，他又从哪里能够找到凌夏？交给赵弯弯呐。赵弯弯并不是不在乎凌夏的生死，在他的心中，凌夏的生死比他的命都要重要。他并不是个无私的人，相反，他是一个淡漠至极的人。当初不知道为何凌夏走到了他身边，让他在乎了，就算是他的亲生父母，他也从未那般的在意过。可凌夏的出现填补了他心中的空缺。女人似乎天生就是敌人，曾经他也坚信女人的敌人就是女人，可是渐渐的他发现，男人一样的不堪，甚至比女人还要狠毒。当他对人性绝望的时候，凌夏出现了。久旱逢甘霖，他乡遇故知。他对凌夏的感觉很奇怪，他几次三番的设计让凌夏知道人心险恶，到头来凌夏没有被人间险恶吓到，反倒是他被凌夏的天真善良打动了。他还记得那次他去庙中酬神，遇上100年难得一见的山洪，恰巧那时他只带着几个丫鬟婆子，山洪爆发，他娇滴滴的身子又怎么能受得了？平日里那些表忠心的丫鬟婆子竟然跑得无影无踪，只有那个备受他欺负的凌夏出现，背着他向山上跑。他才知道原来也有人会救他，他终于不是孤苦无依的一个人。他对凌夏的感觉很奇怪，他既没有将凌夏当作爱人，也没有将他当作朋友，
却自私地想要将她占有。她像是一个小女孩一样，将凌夏当作她的所有品，到处炫耀，但却不容许有任何人觊觎她。她变得矛盾非常，凌夏也被她的反复无常折磨得够呛。饶是如此，凌夏还是没有离开过她。她开始学习怎么样真心地去对待一个人，她也懂得了怎样去讨一个女人的欢心。她的生活中只有凌夏，但却充足快乐。她知道婆娑没有理由去骗她，她却自己为婆娑找了千百种的理由，因为她害怕，她害怕婆娑说的是实情。婆娑深知现在多说无益，他们只有找到凌夏的尸体，才能够证明一切。只是不知到时候赵弯弯会不会发狂，最在乎的人死去，怕是比要了他的命还要让他难受吧。最让婆娑想不到的是，赵婉婉竟然会帮着他救人。有着狐狸精道行的赵弯弯虽不及婆娑的1/1000，但到底是个助力。只是严肃的赵弯弯让婆娑觉得发闷。谭渊尚且会和他诙谐逗趣，赵弯弯却不会。婆娑有时真的怀疑，凌夏在他身边的时候是怎么受得了的。赵弯弯精力有限，救了人之后便伏在岩石上睡着了。他的耳朵却竖得很起，在相处中，他虽然也猜到了婆娑的身份，但是却不放心将自己的后背交给婆娑。也只有在凌夏面前，他才能够肆无忌惮地休息安眠。婆娑自然知道赵弯弯的警戒状态，这是一个人长久的习惯。既然赵婉婉没有明说，他也不会去问。婆娑已在谭渊怀中，若水统共放出一条支流，形成18道洪水。我们从楚国离开，已然是收服了16条河流了。好在不多了。谭渊换了换姿势，让婆娑靠得舒服一点。你辛苦了。婆娑点头赞同。我确实很辛苦啊，以前就算是帮着孟婆送了整日的鬼，我也不会觉得累。现在这么累，想来是天道对我的惩罚吧，也算是我的修炼之路。我懂得了人间的喜怒哀乐，也明白了痛苦愁绪，我既开心又难过。谭渊道：你开心的是你再也不会那个懵懵懂懂什么都不知道的皇权之主，你有了人的感情，可你也为人生百态难过。婆娑笑道：你还真是我肚子里面的蛔虫，我想什么你都知道。那倒不一定，你心中的有些事情我还是不知道的。婆娑好奇：哦，那你不知道什么？谭渊失笑，就连他自己都被即将说出的话逗笑了。婆娑无奈，他还等着回答呢，这人倒是先笑起来了。你笑什么？谭渊老实道：原本想着说说情话逗你，但自己想到那样的场面，竟觉得有些好笑。一个和尚一本正经地说着这些话，让婆娑哑口无言。你是个和尚啊，说这些话真的没有干系吗？你们和尚不是要戒色吗？谭渊无奈：我已然犯了色戒，更何况心中有你，又如何能够戒色呢？我会还俗，这一世你坏了我的修行，又该如何说呢？婆娑心中只是想要逗逗谭渊，却没成想自己被谭渊逗了。修行一事在他心中格外重要。他疑惑道：人间情爱难道不是修行的一部分吗？你倒是聪明了一次，只是我看不破情爱，修不了大道。婆娑抗议：我觉得我还是很聪明的，难道你不这样认为吗？谭渊点点头，与其他的事情聪明，但是情爱一事却有些愚钝了，还不如他一个和尚知道的明白的多一些。你很聪明，只是不太明白我的心。婆娑笑道：谭渊，我发现你现在动不动就说一些情话，说的也顺口可顺口了。那你喜欢吗？你若是喜欢的话，我以后日日都说给你听。婆娑被问住了，不过他可和狐狸精赵弯弯学下了一招。他将手放到谭渊腰侧，轻轻地掐着一下，威胁道：那你便日日说给我听。末了还强调道：每天都要不同的花样。谭渊想也想得脱口答应：好，只要是你说的都好，日后我每天换着花样的都说给你听。婆娑听到谭渊的保证，才心满意足的点点头。可见女人都是喜欢听些甜言蜜语的，不管是什么物种，所有的支流都被收服了。
彼岸花也开满了人间。原本神秘的黄泉花种洒在了人间，死神之花却救了无数的人。可见外物最重要的其实是使用者。若是好了，造福人间；如若非然，疑惑无穷。没有灵下的消息，赵弯弯的精神渐渐崩溃。若不是婆娑替他渡气，怕是早早的去见了冥王。这日，赵弯弯实在支撑不住，晕倒了过去。赵弯弯是狐狸的身子，这几日担心这灵下，已经很久没有进食了，需要好好的补一补了。婆娑扶着赵弯弯到了一家农舍。谭渊虽然是个和尚，可无论如何说也是个男人，只能给2个姑娘鞍前马后的跑腿了。请问有人吗？请问有人吗？开门的是个妇人，瞧着倒是老实本分，可婆娑一眼便瞧出这妇人犯了杀孽，只是为何他瞧不见这妇人犯了何种杀孽？那妇人眼神滴溜溜地转，在谭渊身上打量了片刻，又将目光移到了赵婉婉婆娑身上。他瞧出2个姑娘身上的衣物必然是值些钱的，脸上挂上了魅惑的笑容。只是他皮相不是很好，魅惑的笑容到了他的脸上，竟然变成了不怀好意。几位这可是累了，快些进来，到里面休息休息，相由心生。这妇人显然不怀好意，可婆娑又岂会畏惧人间的一个妇人？朝着谭渊点了点头。谭渊道谢，从身上掏出了一锭银子递给妇人。妇人脸上的笑再也抑制不住，快些进来，大师实在是太客气了。只是他嘴上虽然说这客气，但手上却将银子毫不客气地踹到了自己怀中，还殷勤非常地跑过来帮婆娑。夭，姑娘一个人扶着也挺累的吧？来，我帮帮姑娘。婆娑婉拒，多谢婶子了。不过我这姐妹身上有些病痛，还是我来吧。婶子，妇人听到婆娑的话，伸出去的手快速地抽了回来。原本她是想要趁机在赵弯弯身上摸摸看有什么值钱的东西。听到婆娑的话，她恨不得将赵弯弯扔出去。可这3人还有一个和尚，若是硬来，他定然不是对手。还是摸清楚底细再说。妇人热情地招呼着3人。婆娑进了屋子，便看见3个冤魂飘在房屋上空，一男一女和一个孩子。他们睁着血淋淋的双眼盯着那妇人，那妇人走到哪里，冤魂便飘到哪里。那妇人身上好像有鬼魂忌惮的东西，不然那蚀骨的恨意，妇人早已死无全尸了。房间中收拾得很干净，桌椅板凳虽然旧了，摆放的却很整齐。屋内的东西皆是3份，想来应该是那3人的。婆娑随手拿起一只拨浪鼓，不经意问道：“这里可是婶子一人居住？”妇人闻言，笑容停顿片刻：“哪里的话，原本我是和我男人，还要我家孩子一起住的。谁曾想我家男人为了救我们娘俩，被大水冲走了。现在就只有我们孤儿寡母2个相依为命了。”妇人说话，便从后面的房屋抱出了一个孩子，孩子应该有3、4岁了，目光呆滞，嘴上挂着傻乎乎的笑。能够看出那妇人倒是真心心疼孩子，抱着孩子的时候小心翼翼，眼中的柔情也不似作假的。只是孩子3、4岁，拨浪鼓却是新的，显然不属于妇人怀中的孩子。反倒是，若不是怕被妇人发现了，婆娑当真想要将围着拨浪鼓转圈圈的小婴儿敲一顿。你这样欢快的转圈，难道不知道我的手很凉吗？小婴儿不知道对力量的畏惧，不断地围着拨浪鼓转圈。当他伸出手想要握住拨浪鼓的时候，却穿了过去。如此来来往往几10次，他才终于明白自己是握不住拨浪鼓的。眼看着小婴儿就要嚎啕大哭，那空中飘着的女人也顾不得自身的安危，急忙朝着婆娑冲了过来。若不是婆娑及时收回自己身上的结界，那冤魂怕是已经挫骨扬灰了。母亲爱孩子是天性，但是不代表婆娑可以容忍他们欺负到自己的头上。那女人试探了几番，婆娑懒得搭理。那女人还以为婆娑瞧不见他们，便将婴儿放在了婆娑的头顶玩耍。这下当真是被人欺负到头顶了。
吱吱吱，婆娑重重地磨着自己的后槽牙。什么声音？妇人疑惑地瞧着四周，难道有老鼠？妇人便到处翻腾地装模作样找起来老鼠。妇人欲盖弥彰地展现出她对这家里面的一切都十分的熟悉，却自作聪明。若真正的是房屋的主人，难道会不知道家中有没有老鼠？婆娑笑道：“婶子，别找了，洪水过后又哪里来的老鼠呢？”妇人停下手中的动作，重重地拍了一巴掌自己的大腿。瞧我，怎么就不明白这样的道理呢？还是姑娘懂得多。婆娑笑了笑，并不作答。那妇人也讨了没趣，笑道：“我去给三位倒点茶水，多谢婶子，多谢施主。”客气什么呀？都别这么客气。婆娑戳了戳赵弯弯，等一下你继续睡，让我好好的收拾收拾他。赵弯弯没有回应，婆娑却知道他是答应了。不过当务之急还是将自己头顶的小鬼弄下来。婆娑害怕伤了小鬼，只能动用蛮力。谁知道那小鬼竟然扯住了婆娑的头发。婆娑惊呆了，这小鬼怎么会捉住她的头发呢？鬼怪只有对一件东西有着特别深的执念和恨意，才会穿透时空，操控着食物。这小鬼是对他头发的执念有多深啊？女人和男人面面相觑，显然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。那个女人甚至跃跃欲试的也想跑到婆娑的头顶，眼看着那女人越来越近了，婆娑当即大喊一声：“你别过来，再过来我就不客气了。”屋后的妇人被婆娑的话吓了一跳，差点以为自己的事情败露了，赶忙上前查看。那女鬼也被婆娑吓了一跳，因为婆娑手指的方向正是她。婆娑赶忙将指头调转，指向谭渊：“你快点将孩子放下，要不然我不客气了。”妇人瞧见自己的孩子被谭渊以一种怪异的姿势抱在怀中，倒也释然了。“大师，你这样抱着，狗蛋会痛的。”说着，妇人还上前示范了一番。谭渊心虚的学教：“多谢施主指点。”妇人将他的孩子塞到婆娑怀中：“还是姑娘帮我抱一下吧。大师说到底是个男人，这抱孩子还是女人的事情。”婆娑面色僵硬，他头顶一个就算了，怀中还被塞进来一个，谁知道怀中的孩子竟然好像能看到头顶的那小鬼一样，伸着胳膊就要往婆娑头顶爬。被坏心眼的小鬼一脚踹下来，小孩更加的努力不懈了。小鬼不断的踹，小孩不断的向前爬，一人一鬼玩得不亦乐乎。但在旁人看来，就是小孩子爬到了婆娑面前，却以一种怪异的姿势掉了下来。妇人都有些惊奇了，这孩子是怎么了？他想要将自己的孩子接过来的时候，却发现孩子根本不听他的话，只要他一碰，孩子就嚎啕大哭。婶子，算了，既然他不愿意下来，便让他待着吧。妇人闻言也不客气，难得他的孩子喜欢这个婆娑，能让孩子多高兴一会也是好的。头顶的小鬼瞧着小孩的样子，十分的欢喜，终于舍得婆娑的头顶了。一人一鬼躺在婆娑怀中，逗得不可开交，可苦了婆娑了。妇人端上茶水，婆娑忙着逗弄怀中的一人一鬼，顾不上喝茶，更何况这茶也是不能喝的。婆娑一个脸色，谭渊便明白了茶中的问题。他掏出一锭银子递给妇人：“施主，可否为我们准备些斋菜？贫僧三人已经许久未吃食了。”三人不喝茶，妇人也不着急，反正到时准备了饭菜，他们一样要吃。妇人收了银子，嘱托了几句，便去后面准备了。只是那双贼溜溜的双眼时刻关注着三人的动作。婆娑左手一个胖娃娃，右手一只胖鬼，若是那一男一女还不明白，当真就是傻鬼了。他们跪在婆娑面前，祈求道：“求求大仙为我们一家三口做主。”婆娑手指轻轻一划，便在屋中设下结界。那妇人即使查看，看到的也只是婆娑与谭渊交谈的场面。婆娑本想保持着自己高大上的形象，但是没有想到的是，这人一鬼在他怀中，他怎样都保持不了高大上的形象。所幸最后婆娑也放弃了，
你们可是有什么冤屈？细细道来。”谭元顺着婆娑的目光瞧去，却什么都看不见。婆娑手指在谭渊眼睛上点了点，谭渊这才瞧见地上的2只鬼和婆娑怀中的1只小鬼。小鬼可比小孩调皮多了，竟然直直的想要掀开婆娑的衣襟，钻进去。婆娑问道：“你家的小鬼这是要做什么？”地上的女鬼难为情道：“宝应该是饿着了，想要些奶水。”婆娑诧异，就算是没有吃过猪肉，到底是见过猪跑的。她红着脸，暗骂这只流氓的小鬼。那女鬼也害怕婆娑一怒之下不管他们的事情了，赶忙上前要将小鬼抱过来。谁知那小鬼竟然死死地拽着婆娑的衣襟不撒手，若是强行拽，婆娑的衣襟定然会散开。女鬼心惊，这下他们是将大仙得罪得死死了。谁料婆娑虽然被小鬼拽着红了脸颊，但也没有怪罪他们，轻轻地点了点，小鬼就像是被烫到一般，放开了婆娑。婆娑将小鬼交到女鬼的怀中，自己抱着痴傻的小孩。没有了小鬼的捣乱，那小孩倒是分外乖巧，也不闹婆娑，趴在婆娑怀中，好奇的左瞧瞧，右瞅瞅的。婆娑也不在意，反而他更为好奇。莫非小鬼死的时候没有吃饱，如今才会饿的？那男鬼连连点头，大仙真乃神通。我们宝死的时候，娃他娘真要喂奶，但谁能想得到突遭横祸？可怜宝小年纪便已经世事无常，谁能想得到灾祸竟然从天而降呢？婆娑问道：“害死你们的可是屋内的那个妇人？”2人连连点头，就连小鬼圆溜溜的眼睛都气出了血泪，看来是天大的冤屈了。那女鬼说道：“原本我和相公、宝3人生活虽然艰难，但好在一家人平安欢乐，就是这样，我们也知足了。”谁知道，女鬼说到动情之处，竟然不能自持地哭泣起来。男鬼将自己的妻子拦在怀中，慢慢地开始讲述整件事情。前几日山中不知怎地爆发了洪水，好在我家地势高，洪水没有冲上来。那日那狠毒的婆娘敲开了我们的房门，谁知道看似柔弱老实的女人，竟然能干出如此丧心病狂的事情。似是想起了他们一家的惨状，言语中充满了愤恨。女鬼接着丈夫的话说道：“那日她抱着孩子出现，我和丈夫怜惜她一个女人带着孩子孤苦无依的，便收留了她。谁知道晚饭之时，她竟然借口帮我，给我们的饭中下了迷药。”赵弯弯问道：“她将你们都杀害了吗？”3鬼眼中再次气出血泪，头发、指甲疯长，眼见着就要伤到旁边的谭渊。婆娑在空中轻轻一点，3鬼便恢复了模样，甚至比平常的样子都还要和蔼一些。谭渊知道婆娑定然会护着自己，2个人在一起时间久了，彼此之间的默契、信任不言而喻。婆娑劝道：“莫要被恨意操控了心智，若是你们变成了恶鬼，冥界的刀山油锅可等着呢。”小鬼虽然不知道婆娑的话是什么意思，但还是被婆娑吓得缩在了自己娘亲怀中。女鬼自己都颤颤巍巍，但还是抱住了自己的孩子。男鬼也害怕，但他是一家之主，又如何能够在妻子儿子面前表现出害怕呢？谨遵大仙教诲，我和娘子被迷药放翻，等我醒来的时候，才发现我和娘子已经咽了气了。我和娘子瞧见那蛇蝎一般的妇人，竟然将我俩的尸体剁碎，放到锅中煮了。那妇人最后竟连宝儿都没有放过，可怜的宝儿还不足1岁，竟做了别人的口中吃食。婆娑震惊，谭渊默念心经，就连赵弯弯脸上都出现了一丝愤怒。谁能想得到，看似纯良之人，竟是一个吃人的恶魔，言语将整件事情说得清清楚楚。但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其中的酸楚，看着别人一点一点地吃掉自己的尸体，亲眼看着别人害自己的孩子，又如何能忍的呢？赵弯弯问道：“那为何你们没有变成厉鬼向他复仇？”男鬼也十分疑惑。那日看见他伤害宝，我和娘子原本被愤怒、恨意驱使，眼见着就要杀了他呢。
可快要近身的时候，被一束佛光弹了回来。我和娘子也元气大伤，差点魂飞魄散。谭渊问道：“什么样的佛光？施主又是如何确定那是佛光？”男鬼答道：“小人有幸曾经见过铜山寺方丈圆寂之时的佛光，与那恶贼身上的一般无二。”谭渊道：“莫非是舍利子？”婆娑道：“想来应该是舍利子。”赵弯弯却冷不防地插进来一句：“佛教舍利子，本是得到高僧圆寂之时与世间唯一的联系了，只是没有想到佛教舍利子竟然会帮助如此恶徒。”谭渊似是听不懂赵弯弯的冷嘲热讽，施主此言差矣，舍利子只是一件死物，全看拥有的人如何用它了。婆娑帮腔：“对，正气凛然的人拿着舍利子自然会用到好用之处，但是心术邪恶之人若是拥有了舍利子，怕是肆无忌惮的作恶了。”赵弯弯懒得与两人做口舌之争，反正两人的一丘之貉，他又何必浪费自己的口水呢？他来了，妇人端着2碗肉、3碗米饭出来，邀这位姑娘也醒了，看我再去端碗饭。说着，妇人又返回去加了1碗饭。3位别见笑，我这里没有什么吃食，要让3位受些委屈了。婆娑一见到那些肉，便知道那是什么了，胸口一阵发闷，最后竟然干呕起来，倒是将妇人吓了一跳。这是怎么了？赵弯弯冷冰冰道：“有喜了，有喜，姑娘别开玩笑了。”赵弯弯严肃道：“我没有说笑，是那个和尚的。”妇人的眼神在婆娑和谭渊身上滴溜溜地转，笑道：“嗨，这有什么打紧的？只要是你情我愿的事情，佛祖也管不着。姑娘，啊呸！妇人既然有喜了，吃这些油腻的也不好。只是谭渊上道的递上了1块银子，还要劳烦施主为我娘子准备一些素菜了。”妇人接过银子，笑道：“这大和尚还怪疼人的，怪不得这俊俏的小娘子要跟着你呢。得嘞，我去给小娘子准备点其他的吃食，你们先就着白饭吃一点吧。”妇人走后，上空的3只鬼，怀中的小孩，一共8只眼睛，将目光都放在了婆娑身上，显然想知道婆娑肚子里面是不是真的有一个孩子。婆娑也不生气，反正看着他也不会少1两肉，只是为何刚才赵弯弯那般说的时候，他竟然觉得理所当然，并没有什么不对的。赵弯弯在肉碗中挑了挑，找到了一小片指甲盖，女鬼激动道：“那是我的，那是我的指甲！”赵弯弯将指甲向上空扔出，那般轻飘飘的一片指甲盖，竟似石头一般有了重量，穿过女鬼的魂体，插入了木梁，入木3分，力道刚刚好。既然不是自己的东西了，那便不要惦记。谭渊悲催地发现，似乎他们遇见的每个姑娘武力值都要比他高。女鬼呜呼哀哉，又是一场伤心的悲鸣。妇人回来的时候，果然见到3人晕倒在饭桌上，而自己的小孩手抓着婆娑面前的米饭，正往嘴里面塞。他气得大喊一声，将小孩子重重地打了几巴掌：“这是给你吃的吗？以后你若是再吃，看我不打断你的腿！”小孩子呆愣着神情，似懂非懂的点点头。妇人这才将小孩子放在地上，让他自己去玩耍了。妇人在谭渊脸上摸了摸，笑道：“这和尚长得倒也不错。”又在谭渊身上摸了摸，身子也算是结实，留下来用用也无妨。谭渊心中叫苦连天，却还要装睡。婆娑听到妇人的话，心中也十分不乐意，可为了让妇人自己取下舍利子，也只能让谭渊牺牲了。谁知妇人在他的脸上摸了摸，竟然重重地在婆娑脸上抽了1巴掌，那声音之响，直上9霄啊！赵弯弯肩膀耸动了一下，想来是在发笑，没想到平日里冷漠的女人，竟然会因为婆娑的1巴掌发笑。好在那妇人背对着赵弯弯，并未发现异常。其实妇人好几次走近赵弯弯，赵弯弯身体都有些不适，如今离得更近了，感觉也更明显了。他心中难免有了将宝物占为己有的心思，若是将宝物给凌下，他定然会十分开心的。可只要婆娑在身边，他便没有机会，唯有让婆娑先离开。
他就算是哄骗、威胁，一个区区的妇人，又怎会是经过身锤百炼的赵弯弯的对手呢？只是如今如何让婆娑离开，倒是一个问题了。这女人除了长得好看点，还有什么好的？居然引得和尚破了戒。不过这张脸长得确实漂亮，若是将她的脸皮剥下来，放在我的脸上，你说我是不是也会变得很美？小孩子被自家娘亲的模样吓到了，呆着双眼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。妇人嫌弃的皱眉：“你一天到晚都是这个样子，也不知道我前世做了什么孽，才生了你这么一个儿子。我真是倒霉了，死鬼丈夫死了，唯一的儿子还是个傻子。”婆娑心中补刀，自然是作孽太多了。可惜稚子无辜，却要为你的罪孽承担这些并不是他承担的东西。妇人咒骂了一阵，也觉得无趣，便上前想要将婆娑搬到后厨。谁知道她竟然扶不起一个柔弱的姑娘，她几次用力都没有将婆娑扶起来。我的娘啊，这贱人吃什么长得的，竟这般重！说着在谭渊脸上抹了一把。想来平日可将我的大和尚累坏了，不过没有关系，日后让我来伺候你，保证让你欲仙欲死。妇人搬不动婆娑，便去搬赵弯弯。我弄不动那个小贱人，弄你总行了吧？赵弯弯虽然没有婆娑那样的本事，但是增加一点重量还是没有问题的。妇人忙活了半天，竟然什么都没有搬动，这可将妇人给急坏了，到手的肉吃不了。坐在桌旁，不干不净地骂了半天，最后发现还是要自己动手。不过这次他选择了看似最难搬的谭渊，谁知道一下子竟然搬动了，他的眼中也绽放出神采。哟，还是我家大和尚知道心疼我，不像那两个小贱蹄子，就像吃了秤砣一样。谭渊原本以为妇人会将自己搬到厨房，谁知道竟然将他扔到了床上。里屋外屋没有什么遮挡，三鬼三人将谭渊的窘境瞧得一清二楚。妇人将谭渊放在床上，便开始扒衣服。可怜的谭渊竟然没有被婆娑享用过，却被妇人将上衣扒了，露出了精壮的胸膛。腰还真是极品呐！我今日算是捡到了。谭渊欲哭无泪，妇人猴急的去扒谭渊的裤子，谁成想谭渊的裤子就和缝在他的肉上一般，怎么样都扒不下来。这可将妇人急坏了，找来了剪子，剪开了谭渊的裤子。此刻的谭渊当真像是一朵备受蹂躏的娇花，任由风吹雨打。妇人照解地解开自己的衣服，手腕中戴着的一串佛珠格外的显眼，只要女鬼一靠近，便散发出耀眼的光芒。在场的所有人或者鬼，只有婆娑、谭渊和妇人已经他的小孩不会被佛珠所伤。眼看着妇人的手快要伸到不可描述的位置嘛，却被婆娑挡住了。婆娑霸气宣言：“我的人你也敢碰？”婆娑手掌一挥，谭渊身上的袈裟便恢复原状。若是婆娑早知道妇人的宝物只是一串佛珠，他就不会想出这样的主意了。不但让谭渊差点失了身，只要一想到刚才妇人碰过谭渊，他就生气。妇人作恶，靠的就是那些迷药，他又如何能想到婆娑几人竟然好好的？你刚才不是吃了吗？妇人虽然说话，但还是趁机推来婆娑，想要逃跑。他胳膊上的佛珠被婆娑扯了下来，失去了佛珠的妇人再也没有什么依仗。空中飘得三鬼瞬间飞了下来，将妇人分而食之。妇人的魂魄离开身体，又被三鬼撕扯着打。谭渊眼睁睁看着一条性命消失在自己眼前，心中不忍。反倒是婆娑，他保护好人，但也惩罚恶人。他从来不相信恶人会变好，这点他倒是与冥王很是相似。既然做错了事，那就要付出代价。无论是刀山油锅，都是生前的事导致的。若是不能够忏悔，便永远在畜生道中待着。不过他还是护住了小孩的眼睛，毕竟冤有头债有主。看着自己的母亲遭受报应，对一个孩子来说实在太过残忍了。眼见着妇人的魂魄已然奄奄一息，婆娑才喊了住手。你手上的佛珠从何而来？妇人如今又还敢隐瞒什么？
连忙称道：“那是铜山寺方丈送给我儿子的。方丈说我儿子是他的有缘人，只要让我儿子戴上这串佛珠，他就变成了正常人。”婆娑闻言，对手中的佛珠暗暗催动法力，果然不一会，佛珠变成了一颗佛光舍利。在场的几人几鬼感觉到身体被一股舒服的气流包围着，没有压迫，没有纷争，是书中都难得一见的净土。婆娑握住舍利，在场的人也都恢复了正常。婆娑对这些事情原本是不在意的，可既然方丈将自己的舍利子给了一个小孩，那就证明这个小孩才是舍利子的主人。婆娑最喜欢的就是用自己的武力值碾压之后的行侠仗义了。他将舍利子塞到了小孩口中，众人鬼连呼不要，好好的宝物竟然被婆娑这般浪费了。可没有一个人鬼敢将这句话说出来。小孩吃了舍利子之后，原本混沌的眼神变得澄明清楚，对着婆娑行了一礼，多谢姑娘还窍之恩。这是多么神奇的一件事情，就连妇人也不相信，吃傻了这许多年的儿子竟然变正常了。突然间，更奇怪的事情发生了，小孩子长大了，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飙升，直至与谭渊一般高才停止了生长。他跪在妇人面前，多谢娘亲养育之恩。妇人眼中含泪，好，今日能见到你终于正常，就算是我死了，我也便放心了。他又跪在谭渊面前，唤了一声师父。谭渊不解，他又解释道：500年前，大师曾经是我的师父。谭渊双手合十还礼，阿弥陀佛。最后他跪在三鬼面前，娘亲已然年迈，便由我来替娘亲偿还这些罪孽吧。男鬼骂道：这事情与你无关，害我一家3口的是那个恶婆娘，你快些让开。女鬼也劝道：小和尚，我知道你了不起，但是你也不能阻止我们报仇啊。我们一家3口惨死，这仇是怎么样都要报的。和尚闻言微微一笑，她即是我的生母，什么过错便由我来承担吧。妇人动容道：不，这不该是你承担的，就算是我做错了那许多的事情，这些也不该是你承担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一个人的错，与你无关。赵弯弯从妇人尸体上扯下一枚玉佩，问道：这是从哪里得来的？妇人叹了一口气：那是一位姑娘的，是我救命恩人的。赵弯弯语气有些急切：那他人呢？妇人闭上了眼睛，似是不愿意再回忆了。可赵弯弯却将妇人的魂魄捏住，威胁道：既然是你的救命恩人，你便告诉我，他人呢？他去哪里呢？妇人眼角流下一滴泪：他死了。你说什么？妇人似是陷入了回忆之中，久久不可自拔。那位姑娘已经被我吃了，那是我吃的第一个人，活生生的人啊！她原本救了水中遇难的我，我们不知道漂了多长时间，那位姑娘又受了伤。我想着，所以你便吃了她吗？妇人被赵弯弯噎住喉咙，但还是艰难地点了点头。如果不是当初的一念之差，她也不会变成今天的模样；如果不是当初她恩将仇报，如今也不会得此报应。啊，赵姑娘，快住手！可惜，婆娑想要出手已经不可能了。妇人的魂魄已经被赵弯弯撕成了一片一片的。等到她转过头的时候，婆娑吓得后退一步。赵弯弯成魔了，又有一个女人为了自己在乎的人入了魔道。赵弯弯的行为将3只鬼吓得瑟瑟发抖。赵弯弯撕碎了妇人的魂魄还不罢休，将目光移到了和尚身上。妇人罪恶滔天，赵弯弯杀妇人婆娑自然不会多言，只是眼前的和尚毫无过错，婆娑又怎么会让赵弯弯动手呢？弯弯，不要一错再错。赵弯弯冷笑：一错再错，我错了什么？错的是他们，如果不是他们，灵下怎么会出事？他怎么会死？你若是不让开，我对你不客气。谭渊劝道：赵施主回头是岸。赵弯弯满目苍凉：回头是岸？那是岸，灵下死了，他死了呀！你告诉我什么地方还是我的岸？婆娑自然不愿意见到赵弯弯因为一念之差万劫不复。弯弯，
灵下死的时候曾经叮嘱过我们，让你好好的活着，不要为了他报仇。难道你连灵下的话都不听了吗？灵下，婆娑的话却被赵弯弯打断。住口！你有什么颜面提到灵下？当时你为什么不救灵下？你不是神仙吗？可你与那些满嘴仁义道德的伪君子有什么区别？好一个神仙，好一个伪善的神仙！如同赵婉婉不愿意灵下挨骂一般，谭渊也不愿意婆娑挨骂。赵施主，你又何必执着呢？灵施主已逝，你执着于此，莫非灵施主便会死而复生吗？赵弯弯笑道：只要你们让我杀了眼前的和尚报仇，我自然会找到复活灵下的方法。婆娑还想说什么，谁料那和尚竟然站了出来。若是贫僧一死能抵得过施主心中的仇恨，施主便动手吧。因果报应，既然和尚愿意一死谢因果，婆娑也不会阻止。谭渊与婆娑待得久了，两人的想法多多少少有些重合之处。谭渊虽然心中不忍，但也知道这是和尚自己的选择。和尚在用自己的生命度化赵弯弯，只是希望他这一番功夫没有白费。赵婉婉多疑，又如何能相信和尚是真真切切想要成全他呢？他凭空变出一把匕首，扔给和尚。好，既然你说你要化解我心中的仇恨，那你便自我了结吧。和尚微微一笑，捡起匕首。这个时候，小鬼却突然扑倒和尚身上，撕扯喊叫。和尚摸了摸小鬼的头顶，劝道：这是贫僧该有的因果，莫要伤心。贫僧失去神智这段时间，能认识施主，与施主成为朋友，已然是上天的眷顾了。而后他又嘱托小鬼的父母，施主一家人还是早些归了冥界的好，留在世上不但损害了前世因果，还弄乱人间秩序，实为不妥。他对着谭渊劝道：500年前师徒之缘，贫僧只希望师父早日窥破情关，回到正道。而后他又对婆娑交代最后的事情：女施主，有的时候放下即是拥有。一番话说的小鬼懵逼，谭渊懵逼，婆娑懵逼，也只有小鬼的父母听懂了和尚对他们的交代。和尚说谭渊500年前曾经是他的师父，可是婆娑瞧着他更像是一个和尚，其实不然，只是一个经历了人间百态，终于明白了众生皆苦，佛度人。一个尚未放下与婆娑的因缘，更是被人间的七情六欲感染，又如何能够相比呢？赵弯弯心如磐石，此刻怕是再也没有什么能够打动他的心了。你还不动手吗？当真废话这般的多吗？和尚捡起地上的匕首，毫不迟疑地插向了自己的心脏。一切的发生只是一眨眼的瞬间，可就是这一瞬间，赵弯弯便后悔了。他打掉和尚的匕首，众人眼中瞬间升起了希望的光芒，就连和尚都以为赵弯弯是放下了。赵弯弯瞧见众人的脸色，嘲讽道：这么死似乎太便宜你了，我要你生不如死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也不吃其他的了，我只需每天食上你的一块肉，每天一块。若不是众人知道赵弯弯说的是什么，恐怕就要被赵弯弯那痴迷的眼神蛊惑了。似乎那真的是一道非常美味的东西，我慢慢的吃，慢慢的品，不如今天红烧吧，明日清蒸，后日爆炒。啊，想一想我都要流口水啊，可真是非常的美味。婆娑撇过眼，咽了一口唾沫。你能不能不要这么恶心？婆娑实话实话，却将赵弯弯惹怒了。恶心？那他娘吃灵下的时候怎么不觉得恶心？他娘若是有一丝一毫觉得恶心，灵下也不会死。婆娑无奈，对上一个不理智的人，他也束手无力。那您随意。赵弯弯疑惑：你难道不救他了吗？你不是神仙吗？婆娑往后退了一步，似是表明自己的立场。我怎么救啊？这次是和尚自己愿意被你折磨，他若是不愿意，我当然会救，可他是心甘情愿的。我若是救了，这就是违背了他的意愿，我才不要干这种事情呢。吃力不讨好，又在我的功德簿记上一笔。婆娑纯粹是信口开河，赵弯弯却相信了。
他对婆娑的见死不救皮之一鼻，神仙可真是可笑。原来也是这般，我今日总算是见识了。小鬼扯了扯婆娑的衣角，虽然他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凭着自己的感知，他有些悲伤，想要婆娑救救他的玩伴。婆娑弯腰将小鬼抱起来，更是向赵弯弯证明他绝对不会出手。我现在抱着这小鬼，也没有手和你计较。你若是想报仇，便快些，抱完了我还要送这三鬼去冥界呢。赵弯弯却不是那么好骗的，你当真以为我那么傻？你不过是想要从心里打垮我。你总是觉得我良心未泯，面对着这样一个和尚是下不了手的，还是你觉得我蠢笨入猪？你若是想要对付我，又何须动手呢？想要用这和尚度化我，怕是做梦。婆娑难道遇到这般的对手？他做的每一件事似乎都被赵弯弯看穿了。你很聪明，我想什么你都知道，只是这和尚好心度你，莫非你真的要赶尽杀绝？赵弯弯强调道。我从未说过我要赶尽杀绝，我只是想让他尝尝什么是生不如死。我想要他试试生死边缘，他是否真的愿意渡我？婆娑似乎听到一线生机，若是他愿意呢？赵弯弯闻言哈哈大笑。婆娑知道自己是被赵弯弯戏弄了，但也不生气，似乎与谭渊在一起之后，他的脾气变得温和不少。弯弯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希望你不要一错再错。赵弯弯点头，我答应过你，只要让我杀了这个和尚，我便踏遍千山万水去寻找救灵夏的方法。婆娑虽然不愿意打击他，但灵夏本是另一个时空的人，他的魂魄不在，你就算是踏遍千山万水都没有用，除非什么？除非你去东海深渊找到穿越时空的灵石，你便能够回到过去未来。哪怕是去另一个时空，想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只不过那块时空灵石被东海深渊的神龙看管着，你若是想要拿到它，困难重重。赵弯弯虽不信婆娑的话，但只要有一线生机，他便不会放弃。神龙又如何？人挡杀人，佛挡杀佛。婆娑微微摇头，替赵弯弯出谋划策。哪怕是我去了，也不一定会战胜神龙，更何况只是一个妖身的你呢？不过神龙尚有缺点，只要你去天山采集雪莲，九重天找到蟠桃、黄泉拿到彼岸花，交给神龙，神龙自然会将时空灵石交给你。赵弯弯嗤之以鼻，我料想你没有这般好心。天山雪莲，怕是传说中的血魄大仙的内丹；九重天蟠桃，恐怕是那颗自父神开天辟地便存在的蟠桃了。黄泉彼岸花，我要取的又岂是彼岸花那么简单？恐怕要取的是你的性命吧。血魄大仙、蟠桃，你这几样我又如何能够拿得到？单单只有一个你，我就对付不了。不过你既然将这件事告诉我，我心中便是有了一份欢喜。你知道，我绝对不会放弃救灵夏的任何机会。这样被缠住了，时间一长，我自然会重新回到正途，也会明白灵夏的良苦用心。赵弯弯对着婆娑感谢道：“谢谢你。”只是婆娑的好意，赵弯弯却是领受不得的。只是我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人，当初若不是灵夏，我可能造更多的孽，你明白吗？如果有一天你失去谭渊大师，你又该如何呢？你是否能与你说的那样，真的放下？婆娑老实答道：“我与谭渊之间的感情，没有你与灵夏之间的深刻。可若是有一天谭渊出事，我自己也不知该如何。只是想来，我不会祸害苍生。”赵弯弯放开和尚：“你很能说，也说服了我。和尚确实是此事无关。我也知道，想要在你手底下杀了他，定然是不可能的。今日你既然告诉我这件事，我知道了救灵夏的办法。如你所说，就算是一线生机，我也要试试。杀尽天下人又如何？灵夏始终不可能回来，我倒不如去找救灵夏的法子。”婆娑惊叹：“你是怎样想通的？”说实话，他自己都没有觉得自己说了什么重要的话，全是一堆废话。谭渊笑道：“
只因赵施主自己想通了。你呀，以后担心你自己吧。婆娑引火上身，却甘之如饴。你是不是先会对付我？赵弯弯点头。九重天我上不去，血魄大仙我也对付不了，只有你了。我最了解的就是你，最容易对付的也是你。多谢你将这许多的事情告诉我，以后若是我能够找到灵下，自然会去你的坟前拜祭。好，小鬼溺在婆娑怀中，就是不愿意离开，饶是鬼差也扯不动。婆娑在小鬼身上轻轻一点，小鬼的双手便离开了婆娑。他的鬼父母将鬼抱在怀中，对着婆娑等人连连道谢：“你们赶紧离开吧，想来应该能赶上下一班投胎的时间。”三鬼告别后，婆娑、谭渊、和尚三人面面相觑。和尚倒也是个识趣的，他跪在谭渊面前：“师父，即使前世为师，今生也可为师，还请师父为我赐下法号。”谭渊道：“会悟，了然会悟，修行之道。你既然已经大彻大悟，便叫会悟。会悟有了名头，对着谭渊3次叩拜：“师父，弟子此去一路向西，循着佛陀脚步而去，希望能够度更多苦难。师父，徒弟也希望你能够早日窥破情关，早登极乐。”谭渊眼神掠过婆娑，叹了一口气：“情关难过，此生若负如来，必不负卿。”婆娑笑了笑，点着谭渊的鼻梁：“世间有为法，情关最为难过。世上多少有情人，又有多少的神仙被困情海？只要你能过，以你的性格，必然能够成为一代高僧。可惜呀，你窥不破，我也窥不破，我们便携手在红尘中摇摇晃晃也好。”谭渊将婆娑作乱的手握住：“如此甚好。”一旁的会悟表示：“没眼看啊，没眼看。师父，徒弟告辞了。”“施主，贫僧告辞了。”会悟离开后，婆娑凑近谭渊耳边，轻声耳语。谭渊大惊出声：“你说会悟并未经过情劫？”谭渊点头：“他修行100年，自然窥破了情劫。那你说他这一路上会遇到自己的情缘？”婆娑瞧了瞧谭渊的脑袋，笑道：“情缘是情缘啊。会悟虽然不喜欢那姑娘，可那姑娘前世欠了会悟一命，这是他们的因果，应该如此。”谭渊难得调笑道：“那我与你呢？我与你前世可有什么羁绊？”婆娑道：“我哪里有什么前世，还不是因为今生欠了你一命啊？”谭渊心中始终有一个疑问，如今终于有机会问了：“当初你救我，可有什么损伤？”此事他一直担心，当初婆娑定然是骗了他。如今两人关系日益精进，如今想来，婆娑应当不会骗他了。婆娑脸上挂着的笑一点点消失，谭渊的心沉到了谷底。当真是一命换一命吗？婆娑点头：“天道轮回，因果关系，我自然抗不了。你若是出事，我自然也会出事。你100年之后，我也会魂飞魄散。”谭渊心惊，紧紧地握住婆娑的手臂。魂飞魄散，谭渊眼中悲伤不已，平日中的沉稳也不见了踪迹。是否真会魂飞魄散？若是如此，便是我害了你。婆娑无奈堵住谭渊的嘴：“你先听我说完嘛。你有没有听过奇迹？”关键时刻还卖关子的婆娑，真的让谭渊又爱又气。世界无奇不大，奇迹自然到处都有。婆娑道：“谭渊，那并不是奇迹，只是世人不相信的常理。许多的人都说天道不公，但其实天道最为公平。无论是人是仙，是佛是魔，付出代价不一定能够得到回报，但若是诚心渴求，便会今时所至，今时为开。说重点。”“哦。”婆娑乖乖点头：“重点就是我用情劫抵消了转世烟消云散之苦，我还你一世情劫便好。等你100年之后，我依旧是我的皇权之主，而你也继续在人间修行，直到你修炼成为正果。只是一世情缘嘛。”他甚至想要婆娑生生世世都在一起。婆娑答道：“谭渊，我知道这难以割舍，可一世情缘便是一世。奈何桥上喝了孟婆汤，来世你就算再见到我，也是对面不相识。我欠你一世因果，
还你一世情缘。等你我看破情关，我们便是奈何桥上的陌路人。因果修的便是放弃。谭渊心中不舍，但也明白婆娑认定天道，即使最后他不愿放手，婆娑自己也会斩断情缘。谭渊不愿意再说这些伤心之事，若是能够逃避一天，那么便逃避一天吧。接下来我们是去寻找若水吗？婆娑笑嘻嘻的点点头，接下来我们去寻若水，只要找到了她，我们便去游山玩水，快快乐乐的过完这一生。好，婆娑怎么也不会想到赵弯弯会在大楚边境碰上若水。赵弯弯无意与人纠缠，劳烦姑娘让道，我有急事需要从这里过去。若水倒是听话的让开了，只是赵弯弯离开的时候，她说：“你便真的那般相信婆娑的话？你以为时空灵石真的能带你去另一个时空吗？你以为你身边的那位姑娘还会复活吗？”赵弯弯面色不变：“你与婆娑是敌人。”若水摇摇头：“以前我与她算不上敌人，可现在她是我前进道路上的一块石头，每每割得我脚疼。若是不将她铲除，我就疼。”赵弯弯聪明至极，以前能从婆娑三言两语的话中得知婆娑是皇权之主，现在照样能从若水的话中知道若水的身份。你是若水，你来找我的目的是对付婆娑吗？可惜我不想与他为敌，告辞了。若水拦道：“只要你愿意帮我，事成之后，只需将若水引上33重天，冲开父神留下的天缝，时空穿越能是什么难事？”赵弯弯笑道：“你如何知道我会相信你？因为你根本就没有相信婆娑的话，你离开只是因为你知道自己打不过婆娑，你才是真正的聪明人。你要救凌夏姑娘，也要替凌夏姑娘报仇。人类不就是你的仇人吗？那些贪得无厌的人类，你比我更狠。你享受那种杀人的乐趣，你喜欢哀嚎的声音。来吧，和我一起，我们毁灭了这个人间，替凌夏姑娘洗涤这个肮脏贪婪的人世。”谭渊与婆娑一路追寻若水踪迹，一直到了大周边界之处。婆娑难得地换上了大周姑娘的装束，粉绿色的裙褂飘飘欲仙，同色的发带垂落在婆娑脸庞。婆娑的长相本就魅惑异常，这般清丽的装束虽未能遮掩她的媚色，却平添了几分文雅。或许是穿着这样的衣服，婆娑就算是走路也文静了不少。你这样很是好看。自从两人关系日益精进，谭渊说起情话来也不害羞了，脸也不红了，当真是如鱼得水。婆娑也不是一个客气的主，情话什么的照收不误。一个美貌的女子，一个和尚的组合，自然是引人注目的。不过也没什么干系，反正当事人不在乎。谭渊将一只缀满嫩绿宝石的珠钗插到婆娑发间，左瞧瞧右瞧瞧，十分满意，与你甚是搭配。婆娑高高兴兴地收下簪子，笑意盈盈：“这可是你第一次送我东西呢，我得要好好的保管。”谭渊见到婆娑将他送的东西如此珍视，心中自然欢喜。两人走走停停，倒是瞧了许多新鲜的玩意。谭渊曾问过婆娑为何不着急找若水，若水留下岂不是为祸人间？婆娑只是笑笑，乾坤似乎都在他的掌握之中。故事未完待续，请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我们将持续更新，点赞越多，更新越快。完整版可关注频道播客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